我7岁就开始替家里花钱，2年级时我3天刷爆了我爸2张额度1个亿的信用卡，初中时更是把公司的股票卖了大半，套现近100亿，然后又在1个月内全部花光。不但引动天海金融大地震，更是差点让我爸失去公司控制权。短短10年，我吸干一个市值几百亿的大公司。苏雨清家中，苏雨清满脸疑惑地看向林初然。初中的时候，你和顾晨还有故事？这混蛋又拿老娘开玩笑。我这些年一直忙着练琴，跟他企鹅上都没聊过2句。下次见他一定揍死他，这样毁我声誉。林初然心跳得厉害，好在他反应够快。顾晨也赶紧读起了选出的问题，强行带观众转移话题。清北自招考试为什么一直都不考国语，反而外语一直存在？而且清北为什么每年有那么多学生去往国外？清北的自招考试是否需要改革？清北到底在为谁培养人才？顾晨一脸懵地看向白景，这天海电视台里有猛人啊！这一连串的问题与争议其实存在很多年了，不过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的。清北自身也很无奈，所以只能让质疑一直存在。清北学院那边的老教授见到问题也愣了愣，没想到这场学生的直播竟然会把清北的问题摆上来。别都看我啊！你们难道不懂吗？我能怎么办？不知道这小子会怎么回答，我倒是挺好奇的，他回答什么？这种问题他一个还未入学的学生能怎么办？顾晨也不急着回答，而是喝了口水，然后缓缓道：先说第一个，为什么不考国语？因为清北校内并没有开设国语相关专业，清北不录取这类学生为什么要考？我知道你们想说国语都不好的人算华国人吗？但我想说的是，评价一个人更多还是看他的所作所为，一个国语考试并不重要。而且清北试卷大家也懂，拿到邀请函的同学准备5科已经足够辛苦了，何必再加一课？清北根本没开设专业的国语，真正热爱文学，想在这个专业探索进步的人，没必要去参加清北的自招，等全国统考就好了。有的是好学校去读，清北更多还是培养理工科类的人才，学校的考试安排也是为了学生考虑，请大家理解。再说为什么考外语，相信只要上过研究生的都明白，不会外语根本做不了研究。我不会说这200-300年来华国全面落后，但这就是事实。顾晨的话很平淡，但却让人心生压抑。一些人还在刷顾晨崇洋媚外，顾晨也不管，继续道：所以后面问题的答案也出来了。为什么人才流失？因为人家比我们先进，因为外面更好。当你有机会选择时，你要做怎样的选择？选择高尚的人当然可敬，可选择安逸的人就罪该万死吗？这个社会从来都是这样。如果你是个矮矬穷，就别怪女神抛弃你选择高富帅。主播可真会比喻，感觉自己被暴击了。至于什么清北替外国培养人才更是可笑，一个学生考到了分数线清北，难道不收他吗？一个土生土长的人才，难道我们不应该培养吗？清北怎么知道后面他会叛逃？而且清北即使不收，能考进清北的学生，国外有的是学校抢着要。就像我，你们知道我为了从盛德高中离开付出了多少努力吗？要是再慢一点，我的飞机就被花旗截住了。这是因为什么？不就是想要我留在花旗上本科吗？顾晨深知适当的吹下牛笔是很利于演讲的啊！没想到花旗这么无耻，顾神你真是太伟大了！花旗畜生国家什么时候死啊？还自诩人类之塔，就是个强盗国家，吸全人类的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超过他？看着弹幕群情激愤，顾晨很欣慰，这些都是自己的坚实后盾，要没这些人，未来还真不好去面对那残酷的国际竞争。我知道大家很气愤。那么要怎样改变现状呢？其实方法很简单，也是我们清北的校训：自强不息。说1000到1万，自身不够强大，那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要解决你们提的那些问题，唯有自强二字，没有任何捷径可言。如果我们的研究处于领先水平，人才为什么要往外跑？如果我们能开出更优渥的条件，需要担心没人做事吗？主播太会说了，将来是要当清北院长吗？主播这一套大忽悠术，听的人真是心血澎湃。可惜现在是幻想时间。顾晨对这类弹幕置之一笑，继续自己的演讲。我知道你们觉得这一切都太遥远，甚至很多人觉得毫无希望。但是今天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些不会太远，用不了多久，华国会成为全世界的科技中心，世界各国会求着来跟我们合作，我们的产品会成为先进的象征，我们的前进方向就是人类的未来所在。因为我顾晨来了，因为我顾晨是华国人，因为我会改变一切。一个17岁的少年掷地有声的宣言。在繁星明亮的星空下，此时的见证人们，即使再兴奋再感动，也不会相信少年的话会在几年后迅速的成为现实。快的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人类便迎来了新时代。这小子好像把你话都说完了，要不你院长让给他当得了？有教授调笑道。李洪洲定定看着顾晨，要真能如他所说，他当我爹都行。发表完激情演讲后，顾晨也需要中途休息一下，上个厕所什么的。而这时白经理告诉他，后面的挑战者全部退出了，没有人再想拿难题来考验顾晨。
毕竟顾晨这妖孽连研究生考试的压轴题都随便做，除非真的用那种最前沿的科研难题来考他，但那没有任何意义，只会更显顾晨的强大。顾少，直播还要继续吗？若是继续，我们要播什么内容？白经理没想到顾晨如此生猛，直播刚过半就扫清了所有挑战者，倒是显得他准备不充分了。不过这一切倒是在顾晨的预料之内。天下英雄倒真是弱了点，找台好点的电脑，说好直播到10点，怎么能言而无信？顾少，你要做什么？画大饼。顾晨神秘一笑，一个如此大的曝光机会，岂能只便宜电视台找的广告商？顾晨可不能让自己吃亏。重新回到直播间，顾晨先跟观众解释，已经没有人在连麦挑战，接下来都是自由直播时间。还以为观众们会意兴阑珊，没想到弹幕却更加汹涌。太好了，主播会跳舞吗？这不跳一曲庆祝胜利。建议主播换个女装，从来都只看过一帮丑比穿女装恶心人，还没见过帅哥女装呢。直播怎么接上电脑屏幕了？是要打游戏吗？打晚会吗？听直播刚刚吹比初中就泡妞，不如主播实践证明一下，找几个女主播连麦。面对弹幕的各种请求，顾晨一笑置之，点开自己花2天时间准备好的 PPT， 然后星辰科技4个大字出现在大屏幕上。主播在干嘛？广告准备开溜。星辰科技是主播家的公司，早就和你们说了，主播是富二代，不要刷礼物。主播，我刚刚刷的飞机能还我吗？主播，我3天没吃饭了，能威50请顿黄焖鸡吗？顾晨沉了口气，然后开始自己的宣传。星辰科技是人来通往未来文明的钥匙。我知道今天观看直播的有很多学长学姐，所以本人就在这大胆介绍一下我家的公司，既是给星辰科技一个机会，也是给所有有志青年一个机会。一些人可能对星辰科技有所了解，知道那就是靠代工发家的组装厂，觉得算不上什么科技公司。很多天海商圈的人也知道，星辰科技前段时间遇到了破产危机，但是请大家放心，星辰科技如今已经解决了所有债务问题，重新起航。而且星辰科技不再是以前那种产业下游的代工厂，如今我们是一家真正的科技企业。顾晨这番话倒是让直播间冷了下来。主播到底要干什么？招人吗？我知道一些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星辰科技不过是抱上龙威集团大腿回光返照罢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星辰科技与龙威集团从来都是合作关系，我们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要不了几年，相信大家就会认为是龙威集团抱星辰科技大腿。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也明白我想干什么了吧？没错，星辰科技重新起航需要大量人才，引领人来未来这种伟大事业，不应该只有我一人独行。所以欢迎所有有能力有理想的人加入星辰科技。主播，我大专能进吗？主播，包吃住吗？不包我不干。主播需要保安吗？我30年老保安了。面对这些臊皮弹幕，顾晨接着道：福利待遇这些，我爹那边还在研究，我负责的主要公司规划与未来方向。在这里先简单说下星辰科技的近期规划。众所周知，新能源是当下的火热项目，而这也是星辰科技未来半年的主攻方向，主要集中在充电速度与电池改良方面。一些看直播的并且了解那日在天穹庄园故事的人，听到顾晨的话后，也是露出了然表情。星辰科技果然想要涉足电池领域。张涛也是看着笔记本苦笑。狗神啊狗神，你早说嘛！真想干电池，凭我们的关系完全可以帮你在未来电池那边入2股，何必自己折腾？而且星辰科技刚摆脱破产危机，就扎进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这不是纯作死吗？下半年星辰科技会把全部资源投入到这两方面，所以我们目前需要的也是这方面的人才。当然，顾晨后半句没说，最核心研发并不需要人来做，顾晨帮他们搞定最难的。星辰科技就负责试验以及应用就行。星辰科技坚信，当前社会科技发展的瓶颈就在于此，若是突破，我们将大踏步迈入新时代。为此，付出什么星辰科技都在所不辞。后半句话，顾晨同样没说。无论什么电池都是过渡品，新时代终究是属于无限能源的时代。张涛听完了，这狗神是认真的吗？顾家真要死拼电池？一些懂行的人听明白后，也是纷纷打出弹幕。没想到星辰科技如此伟大，对此我只想说，坐等星辰科技再次破产。主播，新能源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若真能解决电池问题，不是随便拿诺奖。主播能拿诺奖吗？各位朋友，忘了跟你们说了，主播是我们天海第1号败家子，这下你们懂了吧？少年轻狂算不上大错，可是有些狂真没必要。大家别泼冷水了，把主播搞抑郁了，我听谁吹牛逼啊？顾晨颇为欣慰地喝了口水，还是这种被质疑的感觉比较熟悉，刚刚一直被吹，还真有点不习惯。除了电池，星辰科技还会在电子人工智能领域布局。每个国人都知道我们在芯片上被卡了脖子，但是请放心，在实现弯道超车前，我们可以用的电池技术换他们的生产工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嘛！主播继续吹，我就喜欢听。早就听过一句话，不怕富二代吃喝玩乐，
就怕富二代创业幻想。看到主播，我悟了，弯道超车。听到这4个字，可以判断为骗子了。这么些年骗了国家多少钱了？星辰科技想走哪条弯道？碳基芯片吗？我劝国内的半导体企业们先把最基础的东西搞懂。落后不可怕，落后还狂妄自大，就永远没希望了。兄弟说的诚恳，不过顾晨毕竟少年得意，家里有点产业，做下梦是合理的。顾国璋就在电视台的大楼里，从窗口望望广场上的顾晨，又看看手上的平板，也不知道顾晨这波营销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你们怀疑是正常，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成功的机缘。总之，想要加入星辰科技的最好趁早，免得以后遗憾终生。说完，顾晨关掉 PPT。好了，刚刚不是很多人让我打游戏吗？实不相瞒，主播玩过的游戏都是王者水平，欢迎各位来战。作为一个顶级黑客，手速反应力自然不用多说，无论是 MOBA 类游戏还是射击，亦或是经典的格斗单挑，顾晨都是轻松拿捏了参与的网瘾少年。诸位，下次直播再见，欢迎你们关注我的个人社交账号。结束直播回到家没多久，顾晨便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恭喜宿主完成直播任务，任务奖励已发放。除了任务的5000名望值外，宿主通过直播还额外收集了5000名望值。天才永远来自广大群众，即使宿主站得再高，也别忘了自己来自何处，记得多与大家交流，相信他们终会是你的后盾。额外5000名望值，看来这次直播影响力真的很大，而且自己前面的答题真的震撼了很多人，不然依系统的风格怎么会给自己那么高的名望值？至于后面那句话，顾晨自动忽略，系统就这么不信任自己吗？顾晨什么都会干，就是不会干叛徒。心念一沉，顾晨拿出系统给的实物奖励——超微全景记录仪，看上去就是一颗半径不到2毫米的小珍珠。顾晨甚至找不到他的摄像头在哪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做记录的。按照说明书，顾晨将其接入到小呆的本体，然后让顾晨惊叹的事情发生。那颗小珍珠就这么丝滑融入到了戒指之中，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这是什么外星科技？夸克重组还是原子撕裂？不会炸吗？顾晨心中惊叹，但还是对着系统骂道：“狗系统，我的记录仪呢？还回来！”系统无语了：“你是傻子吗？跟小呆说一声，不就出来了吗？”顾晨有些脸红，毕竟按照说明，这个记录仪是可以放在任何地方的，有能源输入它就可以工作。顾晨也不急着取出来，而是转而拿起手机对小呆问道：“小呆，掌握这玩意儿了吗？给我演示一下。”等等，小呆还在摸索。操，真是废物！顾晨只能打开自己新配的电脑，跟小呆一起熟悉这个记录仪。怪不得小呆，公子的服务器太紧了，整得小呆总是很难受。顾晨恍然，小呆就算再憨憨，但终究是个超级人工智能，感觉是有必要给他搭建一个专门的服务器，这样调教也方便些。而且现在家里的设备，包括星辰科技公司大楼的一些安保，也让小呆监管着，也委屈这孩子了。明天就给你建新家。说着，顾晨也是掌握了这台全景记录仪，然后顾晨的电脑屏幕上便显示了自己四周的所有画面。顾晨抬手看了看戒指，这玩意儿能50米范围内全景记录，肯定不是当下的摄像原理，因为顾晨将戒指插进兜里记录，同样还在进行，所以应该是特殊的信息交流方式。要不要逆推这东西试试？但紧接着他就摇了摇头，以他现在的知识水平与制造能力，逆推这种东西就是浪费时间，很难有什么成果。不过戒指上的这个光能板倒是可以去研究研究。戒指现在是作为小呆的传播信息的中转枢纽，这样的枢纽肯定是需要供能的，其能量来源便是光能。顾晨对此是眼馋好久，若是能逆推出点成果来，那又是能小赚一笔。不过顾晨估计最后又要被新材料卡住，也不知道能不能复制出来。体验完了奖励品后，顾晨突然意识到，这玩意儿他好像用不上。堂堂富哥们总不能去进军那种产业吧，就当是高级一点的行车记录仪了。而在其他地方，顾晨这场直播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他的少年天才让人敬佩，他后面不切实际的幻想又让人好笑。清北圣子，天海败家子，潜力海王，似乎顾晨身上就免不了争议。那些关心他的人今晚同样思绪复杂，每个人都若有所思。岳小飞对顾晨后面的那些宣言深信不疑，他可能也是当下最信任顾晨的人，甚至超过了顾国璋。原因很简单，岳小飞最近几乎都是泡在研发部，他知道顾晨给他的电池厉害，但没想到能达到这般地步。如今这款石墨烯电池已经在进行实际测试了。岳小飞相信，当这代产品推出后，过往的那些超长续航大电量手机都会成为笑话。在残酷的手机市场中，当有某一项突出时，往往能带来巨大优势。而现在电池的这个优势是划时代的，再加上龙威的手机，其他方面也没短板。现在的岳小飞是真的有了与花旗大牌争锋的底气。唯一遗憾的就是电池接口的关键技术，星辰并没有交给龙威，这涉及充电速度与能量平衡，算是被星辰小卡了一下脖子。但岳小飞也足够感激了。正如那天顾晨所说，龙威不合作，有的是公司愿意跟星辰合作，而且光这块电池已经足够龙威吃了。现在岳小飞是很期待顾晨后续在电池领域的开拓，那真的会是一个新时代。现在龙威集团可要抱紧星辰科技的大腿，最好双方一直合作下去。苏雨清与林初然就不会想这么多，只当顾晨正常吹水，他们只是为顾晨打破对他成绩的质疑感到开心。
现在两个姑娘已经在商量剩下的假期去哪里玩。苏雨清想要约上顾晨一起，林初然本不同意，但细想一下，有个干苦力的人也不错，所以也没反对苏雨清将顾晨拉进群。然而苏雨清抓了顾晨几次，顾晨都没有回应。现在的年轻人都睡得这么早，这还没到1点呀。第二天早上，顾晨才发现自己的企鹅聊天界面多了个群。尽管很渴望与两个可爱的大美女一起出游，但顾晨还是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苏雨清的邀请。雨清，这段时间我爸太累了，我必须去帮帮你们自己去玩吧。似乎觉得这样回复有些过于草率，顾晨又补充了一句：还有你们不许再找别的男生，女孩随意。发完这条，顾晨还嫌不够，记得每天在群里汇报动向，注意安全。对了，非常不建议你们去海边玩，今年太阳极为猛烈，海边很容易晒黑，你们也不想开学变成小黑妹吧？两姐妹见到顾晨的回复都是有些不敢相信，她竟然拒绝了。这件事若是传出去，其离谱程度并不亚于顾晨的那些幻想宣言。还帮他爸，他一个高中生能帮上什么？估计就是去公司露脸显示太子身份，毕竟直播吹了那么多，总要做点什么。苏雨清为顾晨说话道：这样很好啊，要不我们也不旅游了，我也去我爸公司帮忙。林初然调笑道：你未来可是要当大医生的，难道要帮苏叔叔卖消食片和保健品吗？你就别瞎折腾了，好好享受这个假期，不然你们医学生以后可没有闲的时候啦。苏雨清自然明白这个道理。苏家说好听点开的是医药公司，难听点就是食品公司，生产的多是保健品一类的东西。这些年苏洛也一直想要转型，可要去真正做药，需要大量的资金与足够专业的人才，这些都是苏家所不具备的。所以他是非常赞成女儿学医的，不仅仅是妻子的病，还有苏家的未来。好吧，那就我们两姐妹去开心的玩。不过顾晨为什么不建议去海边？现在正是夏天，不正是去海边的好时候吗？涂好防晒没那么容易晒黑吧？林初然真的不知该说什么。苏雨清如此不懂男人，如何和顾晨那种老油条斗啊？想了想，林初然直接在群里道：顾晨，我要带雨清去海边，今天刚买了2套漂亮泳衣。我操，顾晨真是服了，忽略了林初然这坏女人了。早知道就不强调别去海边了。林初然，我劝你善良，要是把我家雨清教坏了，你可是要赔的。发完这句，顾晨也是收起手机。堂堂清北圣子，岂能每天儿女情长？当前还是搞钱要紧。苏雨清也终于明白过来，红着拍打林初然。坏初然，我们不去海边，去南诏省吧？听说那边天蓝风轻，很是美丽。好，听你的。林初然允道。不过有一话他没说，你为顾晨独守芳华，可那混蛋未必会为你洁身自好。假期给老爹帮忙，是顾晨早就计划好的事。星辰科技现在需要壮大，顾晨不出手的话，光靠顾国璋自己折腾，还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正跟老爸吃着早饭，跟他商量直接去实验室时，顾晨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丁，作为一个男人，履行自己的承诺是必要的。主线任务：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任务奖励未知，任务时限3年。主线任务：完成石墨烯电池的最终改进，拿下至少3家车企订单，并发表3篇相关科学论文。任务奖励2万3名望值，基础学科化学点2点，商城抽奖机会2次，初级电力发动机设计图纸1份。哇塞，这第2个任务的奖励也太豪华了，什么名望值、化学点都是其次，这个发动机图纸可太香了。在发动机这块，华国一直都是落后于外面的。虽说顾晨有信心将来能赶上，但那不知要什么时候，而且他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若是能直接得到图纸，那就省去了很多事，再加上新电池，那真的是要带着整个汽车产业一飞冲天了。欣喜过后，顾晨也是下定决心，这段时间他就累死在实验室，也要将能用在汽车上的石墨烯电池搞出来。不过这第1个任务介绍是不是有点过于简单了？奖励都不说，系统怎么第1个任务奖励不注明？因为我无法判断你能否完成，这个任务奖励是根据你完成的时间来决定的，这些都不确定，所以没有注明。顾晨不服，这么看不起人是吧？老子后面优先加点数学，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几百年前的老猜想。心中自信满满，顾晨还是很实诚地问道：我数学能力大概要达到多少才能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至少80。系统回答。顾晨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80，这意味着他的制造等级必须达到4级，不然没法加点到80，而且系统不允许偏科，这就需要顾晨其他学科的数值点也要达到80。这 TM 得需要多少名望值，多少金钱？顾晨不敢去算了，专注名利吧。希望狗系统后面多出几个名望值高的任务吧，就像现在这个电池任务一样。可这个任务也只有2万多名望值，自己还不知道要折腾几个月，真是让人绝望。难怪系统不敢给出具体的奖励，时间仅限3年，自己完不成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任务完不成应该没什么后果吧？主线任务失败有惩罚，扣除相关基础学科点数是10点，并且系统关闭1年，不再发布任何任务。
操！顾晨现在真的后悔，直播吹点一般的牛也就算了，为什么要跟哥猜较劲啊？那么多大神，几百年都没搞定的难题，自己非要死磕干嘛？在数学面前，人类真应该谦虚一点。看来清北只能去数院了，跟着那些老头子一起搞，未必就需要80以上的数学点。顾晨在心里对自己的大学专业做出了决定。虽然顾晨早就和顾国璋说了要来帮他的事，但今天一早见到顾晨起来时，顾国璋还是很惊讶。昨天才直播完，也不休息几天嘛。儿子，真是辛苦你了，假期还跟我去上班。听说你很多同学都去旅游了，老爸愧疚啊。顾国璋又愧疚又心疼。顾晨没工夫煽情，径直拉开车门。别啰嗦了，出发吧。顾晨现在有点后悔将家里那些不动产卖完。虽说未来属于星空，但当下土地仍是根本。如今星辰科技没有大的实验室，目前的石墨烯项目还是用的龙威集团的实验室。爹，咱们还是需要拿地啊，总不能一直没有自己的科研中心吧？顾国璋自然懂这个道理，但哪有那么简单？尤其天海这种寸土寸金的商业城市，要批快的给我们太难了。当然，最关键是咱们没钱。等龙威的新产品发布，去跟上面谈谈。天海这么大的城市，总不能连个科技园区都没有。我看东郊平远山、流金河那一片就不错，看能不能开发一下。顾国璋很是无语的白眼道：“那一片可是天海的重点风景区，你去那儿搞开发，天海市民一口一个唾沫都能淹死你。天海这样的城市，要弄个风景区出来，有什么必要吗？”顾晨撇撇嘴，而且我说的科技园区绝对是绿色无污染的，也不影响环境，为什么不可以？你说绿色就绿色，你以为你是谁？想要说洞上面批这样的项目，等你成院士再说吧。顾晨也犯难了，想在天海拿地真的困难重重，而且看上去是无解的。毕竟短时间内星辰科技无法赚到太多钱。儿啊，爹知道你想法宏大，但什么事都得慢慢来，该有的东西总会有的。先慢慢来。顾晨点头，但心中还是有些莫名的焦急的。尤其昨夜系统那一句给你小呆，就是不希望你有什么事儿都来问我，总让顾晨有种强烈的危机感。偏偏还不知道危机来自哪里。父子二人很快来到了龙威集团在天海的研发中心。儿子，真不用我跟你去吗？里面的人可傲得很，我怕你拿不下。顾晨笑了，他们现在折腾的东西不就是我给的吗？徒子徒孙还能欺师不成？也对，那我就先走了，有什么问题记得打电话，或者直接找你小飞姐也行。这段时间她应该一直在研发中心。明白。顾晨想了想，又将头伸进窗里对父亲道：星辰科技还是需要自己的大本营与中心，等后面我们多少几家企业一起去谈，相信能谈下来。顾国璋只能心中苦笑，顾晨现在是大家公认的少年天才了，可是在商业上显得过于稚嫩。平远山流金河第2入海口，这么大一块区域开发，这得是多大的项目？谁敢轻易做决策？100%是要惊动燕都那边的，多找几家企业就能谈下来，过于天真了。要太缺钱，星辰科技改组上市，金融手段还是可以用的。顾晨又补充道。顾国璋叹息，爹知道这些你就不用操心了，爹会考虑的。至于星辰科技的研发中心，你也放心，找个地方暂时用着还是没问题的。你就好好读书，争取早点成为院士。说完，顾国璋便驾车离开了。顾晨能听出顾国璋的敷衍，但他也没办法。顾晨这个名字终究还是分量不够，很多事无法随心所欲，也没有继续纠结这事。顾晨恢复情绪，走进龙威的研发中心，直奔几个月前才设立的石墨烯电池实验室。岳小飞给顾晨设立了最高权限，所以顾晨刷完卡后便成功进了实验室。然后顾晨将实验室里的人都召集了起来，直接挑选起了帮手。我是顾晨，现在需要几个人来给我打下手，优先考虑在星辰科技履职的人，当然龙威集团的人也行，愿意的举手。一众研究员面面相觑，这人是谁呀？这么年轻，来这里找人给他打下手，也太狂了吧！星辰科技的太子爷估计是来体验生活的，我可不想陪太子玩。有研究员低语，然后缓缓退后了几步。你没看新闻吧？这可是清北今年的圣子，而且考了满分，人家还是有点东西的，应该是上大学前来科研应用第一线感受一下。有人提醒道。那又怎样？在天才不还是个学生吗？来这能做什么？现在集团任务这么急，我可不想跟他浪费时间。就是毕业这么多年，终于亲身参与了一个伟大项目，哪有功夫陪太子折腾？并不需要细想，大家很快就默默统一了想法。即使有人想去舔一舔星辰太子的屁股，但见大家都没动静，也不好主动举手，只在心里想着待会儿再去找顾晨。发现没人愿意给自己打下手，顾晨朗声笑道：不愧是小飞姐选出来的研究员，诸位学长学姐还是挺骄傲的嘛。不过有件事还是要跟你们说一下，这段时间以来，你们一直在研究的那块石墨烯电池，最初就是我造出来的。一时惊起千层浪，所有人如同看疯子一般看向顾晨。这是什么世纪笑话？说句实话，这块电池并不算什么黑科技，也就是短期内有点作用，
所以你们也不用觉得参与这个项目有多了不起。若是未来龙威与星辰一直保持合作，有的是你们自豪的项目。几个之前忙里偷闲看了顾晨直播的人，默默长大了嘴巴。昨天还只是通过电子设备看顾晨装叉，没想到今天就在现实中实践了这种场面。最初的石墨烯电池应该已经时装手机了，你们现在应该是在做改良吧？我其实觉得没必要，不过小飞姐需要赚钱，那就挤挤牙膏了。反正老外也这么干。我现在要做的事其实跟你们差不多，不过我要把电池做得更大一些，然后输出功率也更大一点，还要它更耐久一点，毕竟用到车上的东西。人群再次瞪大了眼睛。汽车电池，这野心也太大了吧？不过细想一下也合理，既然石墨烯电池目前在手机上有着逆天的续航优势，那做成汽车电池不是乱杀吗？不过你一个小屁孩能做成吗？顾少，你怎么证明最初那块石墨烯电池是你造的？顾晨轻笑，我现在站在这里，并且有资格能把你们全部召集起来，难道还不能证明吗？还是你们真觉得我是岳小飞包养的小白脸？你们觉得岳小飞是那种会让自己的小白脸来扰乱实验室的领导？这下大家终于恍然，岳小飞那是什么人？虽然年纪不大，但能在竞争激烈的岳家里做到这个位置，绝不是那种分不清轻重的女人。你们最开始应该都看过一份实验记录吧？上面清晰地标注了是在花旗圣德高中做的实验，那就是我上高中的学校。就是因为这块电池，我回国才困难重重，甚至差点飞机都被干了下来。只能说你们真的很幸运。顾晨又强调了一遍自己的传奇归国路。顾少，我来给你打下手。我之前负责的一直是电池机液部分。终于有人主动开口道 ：“OK， 你算一个。”顾少，我能参加吗？不过我之前做的是检测，更多还是依靠计算机，实际研发方面可能比较弱。这还是一个小姐姐，就是穿着实验服，戴着口罩，顾晨看不清姿色，但是总归是女的，而且看上去身材还行。顾晨直接表示道：“当然可以。”即使大家已经相信了顾晨，但那种众人踊跃报名、渴望跟随的场面终究没有出现。再怎么样，却给一个17岁的小孩打下手，这帮世人眼里的成功人士们还是抹不开面子。所以顾晨最后只要到了5个人，4男1女跟他一起去了岳小飞专门给他腾出的实验室。这个项目算是我个人真正全部主导的一个项目，这段时间可能要辛苦一下各位，希望你们理解。顾晨在实验室电脑上登录自己的龙威账号，然后开始打印自己先前准备好的材料。顾少，我们就这么称呼你吗？或是叫小顾总还是老师？一个研究员试探性的询问。作为科研工作者，叫人什么少，心里总觉得别扭。随便你们，可以直接叫我顾晨，我是无所谓的。不过老师就算了，毕竟我没那么老。顾晨回答。有句话他没说，想当他顾晨的徒弟，那一般人可是没资本。顾晨，你到底是怎么研发出这块电池的？顾晨现在的态度倒让人舒服多了，研究员也是敢攀谈起来。我是真的佩服。关于石墨烯的项目，世界上很多专家团队都在做，但是没想到被一个高中生先取得了巨大成果。我怎么研发出来的？开挂啊，系统给的呗。顾晨当然不能这么说，运气比较好吧。虽然石墨烯的项目很多，但基本都是往超导方向走，做电池的其实不多。而且原先的那些石墨烯电池相比锂电池、铅流电池并没有什么优势，所以大家也没专心开发，我算是捡漏成功。听到顾晨的解释，几人还真有点不习惯。这也太谦虚了吧。说完，顾晨便给几个研究员发起了资料。本来是可以给你们电子文档的，但是我想着这样阅读你们会方便一点，也利于你们演算做笔记。我现在要做点别的事，你们先把我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看着手上那厚的跟书一样的材料，李贤几人懵了。这就是打下手吗？未免也太多了吧。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刚刚打印机一直是在响着的。顾晨，我的呢？怎么没给我？唯一的小姐姐李月疑惑道：“你不是做检测的吗？我这边的事正好需要你帮忙。”李月不知想到了什么，红着脸点点头。另外4人则是怪异的看了看顾晨。早就有传言说顾家公子风流不羁，没想到竟这般肆无顾忌。本来研发中心妹子就少，顾晨还来这边出手，真是有些过分了。可惜4人也不敢说些什么，毕竟和顾晨抢姑娘实在没底气。OK， 那我们就开始工作了。你们遇到难题可以先讨论，实在不行再来问我，工位随便选。说完，顾晨走向内侧安门后的扫描检测室。学姐是叫李月对吧？跟我来。顾晨也不急着扫描手上的戒指，而是先将戒指连接到电脑主系统上，然后开始敲击起了键盘。顾晨，我们还不开始吗？你要扫描检测东西吗？等一下，这傻孩子太笨了，教了这么久，这点小事都搞不定。顾晨指的自然就是小呆，这里是龙威集团的地盘，顾晨不敢保证里面没坏人，所以他必须谨慎小心。最稳妥的方式自然就是让小呆接管所有电子设备。李月一头雾水，只能在后面看着顾晨。搞定。顾晨拿着戒指不动声色地站起来，他不会告诉李月自己拿下了这栋楼，现在他的权限甚至要超过了岳小飞。你负责记录下所有数据，目录就先按你以前工作的那些来。顾晨对李月吩咐：“我去操作扫描仪。”李月点点头。
还以为能做点新东西，没想到还是老样子，换了个直属领导，但是工作一点没变。李月姐姐，无论你得到什么数据，还有看到什么，都要保密哦，这是我们2个人的秘密。顾晨又对李月强调了一句：“2个人的秘密。”李月脸又红。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会逗人吗？用低等科技扫描分析高等科技产品，这倒是次有趣的实验。顾晨笑笑，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使用说明书，开始按步骤操作起来。这一行为倒是把记录台的李月看傻了。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玩吗？顾晨，要不让赵栋进来，他对扫描仪很熟悉。没事儿，设备弄坏了我会陪小飞姐。顾晨断然拒绝，他怎么可能让人来摆弄自己的戒指？这玩意儿放出去，可是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李月附额。这是赔偿的问题吗？人家是担心你出什么意外。天才毕竟是天才。顾晨还是轻松学会了设备的操作，然后李月就顾不得担忧顾晨了，因为扫描数据已经开始输出，他的工作开始了。正常情况下，所有的数据都会自动备份到龙威集团的系统里。可李月不知道的是，这些资料全世界也就他一个人能得见。其实顾晨一个人做这份工作也行，但是一个人工作毕竟太过急人，而且他这次扫描不过是想逆推一下光能电板，并没指望完全研究透这枚黑科技戒指。刚离开操作台要看一下数据时，岳小飞却风风火火地找上来。好啊，小弟弟，到了这边不先来办公室找我，反而直接勾搭起了我的人，是不是太过分？岳小飞人未到，声音却先传进来了。顾晨赶忙去迎。小飞姐，你可别冤枉我，他们都是自愿的，我可不是那种用强的人。是吗？岳小飞鬼魅一笑。你8岁强翻姐姐裤兜要钱，甚至要脱我裤子时，我怎么没发现你那么温柔？外面的4个研究员以及李月皆是全体石化。岳总还真是不避讳啊。顾晨欲哭无泪。谣言是怎么来的？世上90%的谣言都跟正主脱不了干系，自己小白脸的名声几乎是岳小飞这个好姐姐一手促成的。姐，你不要面子我还要呢，我们去你办公室慢慢聊。顾晨赶忙在岳小飞耳旁低语：好，听你的，我们去办公室慢慢聊。岳小飞却音量不减。李月很是羡慕地看着岳小飞。唉，有钱真好，自己还需继续努力。顾晨服了，也拿岳小飞没办法。算了，世人爱咋说就咋说吧，只希望不要影响了自己的桃花运。李月姐姐，你帮我整理好，主要是光板那方面，我给你标注一下。顾晨对着李月交代。然后你先用计算机尝试分析一下它的分子结构，我待会儿来看。李月姐姐，岳小飞用充满警示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这位研究员，看上去挺一般的，顾晨应该看不上吧？不过这风流小子也说不准啊。李月被岳小飞看得头皮发麻，只能低声应了一句，然后专心看起了电脑。小陈，你这是又有什么好东西了吗？岳小飞问道。一般的好东西，也不知道行不行，到时候就知道了。顾晨亲密地拉过岳小飞的手臂。小飞姐，我们去你办公室，这里毕竟不方便。这下倒是轮到岳小飞害羞了。这死弟弟真是变坏了。2人离开后，实验室里人终究按捺不住八卦之火。顾晨和岳总真是那种关系？别瞎猜，人家就是姐弟情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姐弟，顾家和岳家没什么亲戚关系吧？我感觉岳总好像挺喜欢顾晨的，就是顾晨望之不似良人。听说现在的有钱女人都喜欢小狼狗、小奶狗，不知道顾晨是哪一款的？你们说，要是岳总真要顾晨入赘，岳家能同意吗？不好判断。顾晨年纪轻轻弄出能实际应用的石墨烯电池，未来前途自是不可限量。但是岳家可是100年家族，顾晨能不能被看上，还是要看后续的发展。好了，别议论了。你们能看懂手上的材料吗？我研究了一会儿，头都大了，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17岁的学生弄出来的。我也是，本来我对他研发的石墨烯电池还有疑虑，但现在我是彻底信了。若不是他研发的，他怎么会如此了解？还能安排后续的研究方向及重点，抓紧时间多查查资料，多想想吧。我可不想刚跟这小子第一天就要向他寻求帮助。这话得到了另外3人的一致认可，大家也不再谈论八卦，而是专心起了自己的工作。跟着顾晨这段时间，他们注定要比先前辛苦得多。即使原先已经够累，但是当顾晨离开实验室去上大学后，几个人却恨不得跟着顾晨一起去上大学。马德1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感觉学得比过去几年多，而且顾晨还额外给他们加了3倍工资。这样好的老大去哪儿找啊？到了办公室，岳小飞反倒正经起来了，一坐下便开口问道：顾叔叔说你要研发应用电车的石墨烯电池。顾晨点头。对呀，小飞姐要入股吗？我们星辰科技做生意从来都是光交朋友，绝不树敌。岳小飞没好气笑道：你挑的那5个人有4个是我龙威集团龙腾计划引进的高水平人才，然后你用的实验室也是我的，这还不算入股吗？算，知道小飞姐你最爱钱了，做弟弟的一定带你发财。岳小飞却是忧心道：今天早上我刚咨询了几位汽车领域的专业，做电车适当投入可以，大规模布局风险太高。顾晨乐了。小飞姐需要投入什么吗？你只要每天把弟弟我伺候好，我搞出产品来，你拿着产品等收米就行了。顾晨这话好像不对劲啊。你有多少把握？
石墨烯电池应用到电车上，续航、充电速度这些关键的环节，与现在市面上的电车相比有多少优势？岳小飞又问。我这刚开始呢，什么数据都没有，不太好说。顾晨如实回答。小型石墨烯电池毕竟是系统直接给的图纸，肯定没什么问题。但这次要自己拓展改良研发，顾晨再自信也不好，现在就打包票。岳小飞心中叹了口气，这个项目看来成功机会不大，不过他也无所谓，就当让顾晨玩一玩。反正手机端的应用已经足够赚了，你昨天才直播完，我还以为你要休息2天呢，没想到直接来了。怎么样，给你准备的大实验室还满意吧？岳小飞也不再多问汽车电池的事，而是聊起家常。时不我待，自然要抓紧时间。顾晨笑道。这么大一间实验室给我用了，不会影响你们公司其他的研发吧？研发投入本来就是赌博，集团每年花那么多钱搞研发，有回响的没有几个，倒不如给弟弟你玩玩，毕竟是清北圣子，也需要练练手。我顾晨需要练手吗？哼，小飞姐这么不信任我，等我成功了可不跟你分钱了。岳小飞笑着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顾晨。姐哪里不信任你了？这不马上我就去给你拉赞助，未来电池招标大会，给电车一个未来，还人类以清洁。顾晨有些惊讶，这未来电池拿到大规模投资才多久，这就开始招标了，太快了吧？龙威集团不会也投这未来电池了吧？岳小飞苦笑，你姐我怎么会投？不过家里有些人投了。顾晨则是，岳小飞的保密工作还真可以，竟然连兄弟姐妹们也瞒得死死的。大家族的竞争真是太残酷了。阿离、龙威这么多大集团入场，难怪这未来电池如此急迫，如此雄心勃勃。岳小飞点头应和。是啊，听说未来电池内部高层已经在筹划上市敲钟的事了，只要他们拿下几家车企订单，估计就水到渠成了。上市就意味着投资者可以开始收米了，所以这么多大佬都看好这个产业。小飞姐，你担心什么？难道不应该更加大力的支持我吗？岳小飞撇嘴，要是真看好，那帮人也不会抱团取暖了。对商人而言，分钱这种事永远人越少越好。现在的企业家大多都是投机者，纯粹做事的人很少。近些年不是环保火热吗？加上上面政策也紧，所以给了他们这个契机。这个未来电池我也仔细研究过，说实话是很不错的，将来铺开了也是能成一方巨头。可惜现在这么多资本进入，他们估计难了。那日在风投会上，顾晨是从产品角度下判断，而现在岳小飞从商业角度推理，二者得出的结论却是一样的。小飞姐有点忘说了，未来电池要失败，杀死他的人可能会是你哦。岳小飞笑笑，死就死了，何必让它成为资本的工具？龙威集团的新产品一发布，石墨烯电池的应用自然会成为火热议题，到时候未来电池的上市计划注定要搁浅。而顾晨一旦将研发出能应用在电车上的石墨烯电池，未来电池就彻底宣布死刑了。咱们的新品发布会什么时候开？顾晨问。就在这个未来电池招标大会的3天后，今天下午我们宣发部就会做发布会的预告。顾晨惊讶，这也太快了吧？手机能行吗？自己将样品拿给岳小飞，到现在才多少时间，就能推出产品了？岳小飞又从自己包里拿出一部黑色手机扔给顾晨。很快吗？我还嫌慢了。这手机我用1个多月了，没有任何问题。顾晨接过黑色手机，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石墨烯电池手机，看上去倒是跟以前的手机变化不大，但拿起后便会发现手机非常轻。这就是石墨烯电池带来的第一个好处。龙威每一代新品都是要提前设计安排的，这个手机其实早就可以生产了，现在就是换了块电池，竟然各项测试都没问题，那何必再小心翼翼？顾晨嘿嘿笑道。不过这样一来，未来电池那边损失估计要少很多，毕竟他们拿到钱也没多久，估计花不了多少。岳小飞轻笑，小弟弟，你就那么希望他们死啊？不就是跟你撞项目了吗？顾晨赶忙解释，我可没这个想法，不过当穷人惯了，总是期望富人吃亏。你是穷人啊？岳小飞好笑，不过细想了一番，好像从小到大他确实没怎么见过顾晨有豪奢举动，偏偏他又拜了很多家。小陈，你的钱到底都是花去哪儿了？顾晨苦叹道，都回馈给广大人民了。岳小飞白眼，也懒得继续追问，反正顾晨暂时没拜过他的家。但其实顾晨的话是很有依据的，他将钱给狗系统，狗系统给他提升能力，顾晨最终为人类谋福利，所以他的钱是花在了百姓身上。要不我们发布时间再推迟2天？岳小飞笑道。你放心吧，未来电池已经没退路了，现在他们已经额外开设了几个工厂，而且投入了大量营销费用。咱们这一刀早捅晚捅对他们区别不大，他们也这么急。果然，金钱是生产第一推进力。顾晨感慨，什么科学技术都不如利润对生产的刺激大，外国的半导体技术不就是一张张过亿订单砸出来的吗？不过这样一来，到时候未来电池真撑不起下去，岂不是要有很多普通工人、底层承包商跟着遭殃？顾晨突然想到，岳小飞脸上露出狐狸般的笑容。放心吧，我已经在筹集资金了，咱们的石墨烯电池属于新材料，加上龙威的福利待遇，不怕吸引不了未来电池的人才。等到未来电池彻底撑不住，我自会出手。那些工厂，他们前期的营销都会是我们的。岳小飞道。
毕竟未来电池真的是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总不能浪费了。顾晨不由吸了一口凉气，看着手上的手机，心中无限感慨。一点小小的技术优势，到了岳小飞这种顶级资本家操盘手里，真是能被他玩出花来。利用石墨烯电池的先进性，可以让未来电池的布局瓦解，然后岳小飞可以由此挖人，然后再营销一下。未来电池还会有资金入局吗？最后岳小飞再下场收拾。正如他先前的考察，未来电池是有价值的，是可以用在车上的。龙威集团从未放弃过汽车产业，不过细想之后，这个方案其实也很赌博。当岳小飞要拿下未来电池时，付出的代价不会轻松，毕竟竞争对手们不是吃素的，没道理这样让岳小飞通杀全局。当然，岳小飞也可以直接放弃最后一部分，他什么损失也没有，赚几个行业人才也足够了。汽车产业慢慢来就是了。至于顾晨这边，岳小飞也说了是让他玩票，一个暑假还能真让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翻天不成？顾晨成功了，他直接起飞，去清北给顾晨当1年侍女都不亏，失败了也没什么。这就是上位领导者的决策布局，永远让自己不亏，等于一直血赚。小飞姐，我听到了你的商业秘密，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吧？顾晨害怕的抱手道。岳小飞点点顾晨额头，这算什么秘密？姐还有更秘密的事，弟弟你想要了解吗？顾晨瞳孔一锁，看着岳小飞那魅惑的面容以及那不可描述的身材，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只觉得此地不可久留。我回实验室了。顾晨一回来就专心投入到了工作中。李月将几张数据表递给顾晨，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又是一种新电池吗？太阳能电板，没什么特别的。顾晨也不顾忌坐下，接着道：你觉得这东西我们现在能生产出来吗？顾晨如此相问，李月倒是有些受宠若惊，这是要自己亲自参与研发的意思。从基本构成来看，应该是能产的，不过如何拼凑似乎是个麻烦。顾晨点点头，不愧是龙威集团龙腾计划引进的研究员，即使只是检测岗水平还是在线的。那我们就开始，先把所有需要的原材料确定下来，然后尝试做出这个电板。顾晨将数据表放在一边，然后在电脑上开始了建模。你来负责采光部分，其他交给我，我们要抓紧时间，毕竟李先那边才是重头戏。李月愣了，这雷厉风行的感觉真不像没上过大学的学生。有问题吗？顾晨见李月愣住，皱眉道：没有。李月赶忙摇头，然后拿着数据表坐下开始工作。通过刚刚的整理，李月心里是有个初步判断的。采光部分材料的确定应该是最简单的工作，等于顾晨把最难的都做了。他要是连这最简单的都有问题，那也没必要在龙威待下去了。整整一天，除了下午去食堂吃了个饭，顾晨都是泡在实验室里，这让李月四人心里更加佩服。天才只会让人羡慕，但是努力的天才永远让人崇敬。一直熬到晚上，李月总算将采光部分搞定。这时李先等人都已经下班离开了。当李月开心地跟顾晨汇报时，却发现顾晨的电脑上已经有了一个太阳能模板，这也太妖孽了吧！李月感觉顾晨或许根本不需要自己这点工作他可能1个小时就搞定。顾晨并没有在意李月的情绪变化，接过李月的分析表，赞许地点点头。很不错，现在天都黑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我后面会把所有东西发你，明天你就负责采购，我再去生产实验室那边模拟一下。李月心中难掩挫败感。顾晨，你是外星人吗？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做个逆推不是很简单吗？何况我们只做光板部分。顾晨笑道：人与人的差距真是比狗还大。李月感慨，从小到大他一直算别人家的孩子，虽说也遇到一些大佬，但是像顾晨这样的妖孽还真是第一次遇到。姐姐，你说我是狗吗？顾晨笑道。李月也不解释，换话题道：那你还不回去吗？光热转电这里有点小问题，我再看看，就住实验室了。对了，咱们还没加好友呢，加一下，不然也不好发资料给你。拿过李月的手机后，顾晨理所当然的让小呆入住了李月的手机。即使姐姐再可靠，顾晨也要做点错事，这是必要的。听到顾晨要在实验室熬夜，李月又佩服又心疼，忍不住开口道：要不我今晚陪你。虽然他可能跟不上顾晨的工作进度，但是泡个咖啡暖暖床的事儿还是能做的。让李月工作到现在，顾晨已经算黑心了，没道理让人家女生熬夜。于是他指了指实验室顶部的摄像头，实验室都有监控，小飞姐可是能看到哦。李月脸色一红，又忘了这小公子是岳总的了。早上岳总的眼神可是要杀人的。那我回去了，你也别熬太久，早点休息。李月走后，顾晨看着电脑叹息一声：小呆啊小呆，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逆推这种事，厉害点的人工智能不都可以直接自己做吗？小呆一直在学习。屏幕上主动跳出了一行大字，表明小呆确实比刚开始强了许多，至少跟顾晨的互动越来越像人了。摇了摇头，顾晨继续自己的工作。折腾了一整天，李月以为顾晨已经要成功了，但顾晨清楚，现在自己搞的模型跟戒指上的光能板相比差远了。不说体积做不到那么微小，而且能量转化还是需要先进行光能转热能。戒指那种光能直接变电能的顾晨现在完全无法理解。又或者戒指是直接用光能，并没有经过能量转化。现在顾晨所能做的就是提升效率，让这个太阳板有的转就行了。真要复制戒指，他还需要提升制造等级，增加基础科学点。
第二天大早，李现等人一到实验室，便发现顾晨已经在里面了。见顾晨头发略有凌乱，眼中泛有丝丝血丝，大家也是明白过来。顾晨从桌上抓起实验设计稿，你们继续忙，我去趟生产实验室那个，现在刚开门那边应该没什么用。顾晨正好熟悉一下设备使用。这年轻人太拼了吧？李现感慨，要不人家能搞出石墨烯电池，能成清北圣子，咱们哥几个也努力点，多加班吧。讲实话，昨天我举手是想着给少爷打下手能轻松点，没想到却是超级加倍。这样不好吗？昨天顾晨给的材料，我现在都没弄明白。既然选择了科研，那我们便只能用生命来拼了。赵东坐到自己的桌前，继续昨天未尽的事。确实，这就是科研狗的命。我们现在待遇不俗，已经够幸福了。李现笑笑，也是开始了工作。一直到傍晚时，李月才抱着一个箱子来到生产实验室。我跑了天海好几个研究所与研究中心，终于把要的东西凑齐了。李月喘着粗气，额头上还有汗珠，显然是不想耽搁顾晨的时间。顾晨十分惊讶，还以为要好几天，你也太厉害了吧？李月白眼道，厉害的不是我，是龙威集团。顾晨恍然，这就是大集团的好处，永远不缺舔狗。顾晨，你今晚要实操吗？李月问。晚上正好没什么人用设备，早点把样品做出来也好。顾晨点头。你昨天就没好好睡了，今晚我一定要跟你一起。李月态度坚决道。我不怕岳总，反正我对你也没什么非分之想，只是姐姐关心弟弟罢了。李月怕顾晨又搬出岳小飞，抢先解释道。顾晨好笑道，其实可以有非分之想，毕竟喜欢我的姑娘不差你一个，你硬要待也随你，熬不住就自己去睡觉。顾晨接过李月的箱子，逐一检查起来。李月看看头上的摄像头，咬咬牙，还是留了下来。这晚，李月倒是完全成了打下手的助理。看着顾晨那专注的眼神、俊俏的侧脸，李月不得不感叹，上帝过于宠爱这个男人，把什么好的都给了他，也是美色在前。李月当晚毫无困意，但随着试验进行，她的注意力也完全转移到了这块太阳能光板上。这成功了！这是什么恐怖效率？太阳能发电要大规模普及了，这可能会是一场世界革命。李月看着测试结果，心跳得飞快。苍天啊，他在给上帝打下手。结果怎么样？效率跟市面上的光伏发电相比如何？顾晨问道。李月兴奋地跳起，抱住顾晨。顾神，你真是太厉害了！要是推广开来，你就是新时代的能源之父了。顾晨赶紧从李月怀里挣开。顾神这外号感觉还行，至于什么能源之父，现在真谈不上，至少这小玩意离能源革命还差得远。你别乱捧杀我，我们还没真正做过室外测试，能不能铺开还是未知数，而且具体成本也还没核算，能有多大的市场前景同样未知，别高兴得太早。再说能源革命肯定不是靠这种光伏发电，除非你去地球外搞戴森球。李月还是激动，这个效率真的太恐怖了。若是现有的光伏电站都用我们的光板，那绝对是质变。好了，再质变也得一步步来。天都要亮了，你也去睡会。明天下午我们去室外做测试，希望明天有个好天气。李月看着实验台上的光板，以他现在的激动心情，怎么可能睡得着？不用睡，顾神，我们再测试一遍吧。顾晨无奈点头，科研狗就是这样，上头了就是停不下来。二次测试也完成后，李月见不得顾晨那随意拿放光板的姿态，小心翼翼地将其收入盒中。也是这时，李月才恍然惊醒。顾神，这个光板我们是逆推出来的吧？那原样品你是从哪儿来的？顾晨神秘一笑，你猜猜。李月瞪大眼睛，顾神，你不会真是外星人吧？顾晨哈哈笑道。你见过这么帅的外星人吗？李月想起了昨天早上顾晨跟他说的话，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秘密，知道不应该继续追问，但他还是忍不住在心里猜测。顾神，你不会窃取了花旗那边某个大佬的成果吧？那你看到时候我们的产品是不是独一无二不就行了？顾晨道。很快顾晨也想到了网上的一些留言，逗弄李月道。你也别猜了，实话跟你说，这是我在花旗15区得到的，没有任何人知道啊。李月一脸震惊，花旗真有15区？那岂不是真有外星人？天亮之后，二人期待的好天气没有来，天空反而飘起了小雨。李月显得有些沮丧，顾晨倒是淡然。今天不去户外测试，我们将这块光板对接石墨烯电池试试，就用现在实装在手机上的那代产品。李月惊讶，顾神，你不会想让手机可以太阳能充电吧？不过想到将手机置于太阳下暴晒的画面，李月还是觉得有些抽象。这需要其他方面也突破改进吧？不一定，只是觉得用石墨烯电池来储能会更好。而且小飞姐不是在打牌，给她的筹码自然越多越好，这样才能赚大钱。顾神，你们这类人也不缺钱吧？李月发出打工狗的疑问。哼，你不懂天下熙熙攘攘，若无名利驱动，岂不成了一潭死水？钱给我总好过给那些什么也不干躺着等死的废物好。李月不再多言，打工狗在金钱问题上是辩不过老板的。带上石墨烯电池的光能板仍旧表现完美，这证明顾晨这波逆推基本成功，3天时间搞定。
比顾晨预计得要快一些，所以顾晨也是终于可以睡个饱觉了。晚上刷朋友圈，可以看到苏雨清跟林初然两妮子已经到南诏了，看上去体验不错。而且苏雨清这老实孩子，真的每天都在群里汇报行踪。可惜顾晨一直在忙，都没有回复。聊天信息里只有林初然的一个个吐槽表情包。难得早休一天，顾晨便直接在群里发起了视频通话。没多久，苏雨清的小脑袋便出现在了画面了。小姑娘似乎刚洗漱完，用毛巾包着头发，身上就一件宽松的淡黄色睡袍。顾晨，你就这么忙吗？消息都不回一条。苏雨清语气颇为心酸。顾晨根本不懂安慰姑娘，很是坦诚的道：对呀，这3天就睡了几个小时，你看我都有黑眼圈了，颜值都下降了几分。偏偏这话却十分有效。苏雨清瞬间忘了顾晨几天不回消息的事，反而关心道：怎么这么辛苦？你不是小老板吗？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你可是未成年，每天要睡够啊。傻姑娘，我做的事别人也帮不上忙，只能自己辛苦。没办法，身为领袖自然要做最艰难的事。顾晨大义凛然，等你以后长大就明白了，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苏雨清还想劝顾晨，若总是劳累有人会心疼，可不知为什么苏雨清没有劝出口。他感觉自己的话不会有任何作用，顾晨并不是专属于他一人。所以你们现在是在做电池吗？苏雨清转而问道。对呀，石墨烯电池一个超级酷的小玩意儿，还有光能电板都是一个项目组。苏雨清回忆起那日在风投会上的事，石墨烯电池即使非专业的他也意识到了什么。你们进展如何了？苏雨清问完就后悔了，这种秘密他不应该多嘴的。顾晨则是无所谓道。过2天龙威集团不是要开发布会吗？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等后面分红再下来，我欠你的1个亿很快也能还你。苏雨清却摆手道：不用，还不用还，我也用不到钱。你们那边搞这种新研发应该很缺钱，就拿着用吧。顾晨悠悠道：雨清，一般投入都是需要回报的，你不用我还，不会是想对我图谋不轨吧？苏雨清愣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顾晨则继续道：不过苏雨清，我愿意。苏雨清脑瓜子嗡嗡的，你愿意什么？你在说些什么呀？话说雨清，我去花期前给你的那份婚约还在吗？其实那就是真品，当年你爹和我爹亲自签的，我还你钱，你把婚约还我行吗？有点不想退了。苏雨清终于反应过来了，顾晨，这是在表白吗？一瞬间，小姑娘红得如同洱海边的晚霞一般，低下头都不敢看顾晨了。雨清，你在跟谁说话呢？这浴袍都沾水了，我不想用。你翻下我的睡衣，然后……顾晨瞪大了眼睛，卧槽，大晚上竟有这种福利，罪过啊罪过！因为林初然的慷慨大方，顾晨这一晚睡得十分舒服。第2天起了个大早，神清气爽地赶往实验室，然后刚一到李先，便拿着手机迎了上来。顾晨，你看新闻了吗？蔚来电池今天召开招标大会，我看了下媒体爆出的数据，他们的产品相比过往电池储能提升了20%，成本还降低了一点，这也太夸张了。经过昨天李月的发扬，现在大家都习惯叫顾晨为顾神了。顾晨看了下李先的手机，新闻标题起得十分夸张，国产电池引领新时代，甩开西方就在当下，看上去都快赶上顾晨一半的嚣张了。蔚来电池的招标会也毫无疑问地占据了今日科技圈与财经圈的头条，所有人都在说这次是大赢，但是李先等人却是神色担忧，这蔚来电池可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若是他们赢了，自己这边岂不是输麻了？顾晨看到几人的表情，心中好笑，哥几个看来真是纯粹的科研狗，这段时间估计都没怎么去关心外界的消息。即使是同行业的，当然也可能是龙威的工作真的让他们腾不出时间。不错，策划营销的人还是蛮会挑动情绪的，将来有机会可以挖过来。顾晨做出自己的评价，李先几人皆一脸错愕。这就是顾神的心态吗？真是非常人所能及。顾神，这蔚来电池若真如宣传所言，那可是电池产业的一大步。李先再次强调。顾晨笑道：蔚来电池的样品我看过，基本跟宣传的差不多。李先等人更懵了。既然看过，那怎么？但是你觉得它的储能有我们石墨烯电池大吗？它的质量有我们轻吗？它的充电速度能有我们快吗？李先晕了，赶忙道：顾神，你不能用手机用的去比汽车用的，这二者不同的。我们的汽车电池可是连理论都没完成，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工作，何必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的情绪上？赵栋这时提出自己的看法。顾神，若是蔚来电池拿到了国内几大车企的订单，他们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那往后即使我们拿出优势产品，可能也会被打压。小飞姐不是去参加这场招标会了吗？商业上的事我们不用操心。顾晨道。而且如果良币的价值足够高，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便不会发生。岳总也去了招标会。赵栋恍然。顾神，原来你们早就什么都知道。李先也恍然。是啊，他们就是公司里小小的研究员，事关公司大计的消息，上层怎么可能不了解？既然领导已经做出了决策，那他们就执行好了。感觉大家还是有些信心不足，顾晨决定需要提振一下士气。正好今天不下雨了，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户外做测试。等李月准备好东西，我们一起去户外试验，给你们看看我俩这几天的成果。李月发现李先4人也要一起去石墨，没有些伤感。不是说好2个人的秘密吗？顾神，
咱们不藏了吗？丑孩子总要出来见人的，更何况大家都是自己人。顾晨笑道，说是户外测试，其实在研发中心的顶层外面的篮球场以及阳光无法直射的树荫下做测试。今天测试的版本已经是改进过的石墨烯电池版。将所有数据整理收集后，顾晨却仍有些不满意。戒指只要是有光都可以吸收能量，可顾晨他们的光板在树荫下的表现却不怎么好，等于仍需要一定热光支持。不过这也是顾晨目前能做到的极限了，他们的光板也足够横扫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了。这玩意儿在顾晨看来差强人意，可在李现四人眼中那就是惊为天人了。他们看完测试后的表现比李月之前还要夸张。顾神，确实只有神才能如此逆天。李月，这光板真的是你们3天就做出来了？李月默默点头，心说其实2天就完成了，1天扫描分析，1天采购合成，而且基本是顾晨一人完成的。顾神，你还去清北当什么学生？我看清北应该直接聘你做教授了。赵栋由衷道。顾晨点点头，这提议不错，开学后我去跟院长申请下，毕竟当教授可能要自由一点。17岁的清北教授，想想似乎比什么圣子更有排面一点。对于顾晨的这种装插画，现在大家是深表赞同。光凭石墨烯电池与这块光板，在清北化工系或者材料学院当个教授绰绰有余。现在我真的相信顾神，你能将石墨烯电池应用到汽车上了。那个未来电池要倒大霉了。一般来说，汽车电池的研发投入背后少不了车企的声音，偏偏未来电池是个意外，其背后竟然没有一家车企，反而是互联网及金融大佬居多。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未来电池在刚成立时是依靠车企资金支撑的，可惜多年来一直没什么成果，反而别的同行不断进步，慢慢的未来电池也就被抛弃了，等于未来电池是车圈的一个弃子。但是谁知道几年后未来电池竟然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下子从弃子变成金凤凰，这让当初投资的车企都倍感后悔，竟然那些搞金融互联网的捡了大便宜。今天的招标会，很多车企领导心中都是五味杂陈，望着未来老总在台上意气风发，只能给自己2巴掌表示悔不当初。最难受的是他们还不能不来，当行业内出现领先技术时，若是你不跟上，那分分钟就会死掉，这就是科技时代的残酷。而未来电池与车圈的这种独特关系，也给了岳小飞忽悠的空间。毕竟石墨烯电池到底能不能用在汽车上，还是一个未知数。而未来电池在这次招标会上直接搬上了一台样车，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不少车企大佬已经下定决心要与未来电池达成合作，毕竟那些互联网金融企业可是不缺钱的，他们真来汽车行业厮杀，那估计免不了腥风血雨，倒不如服个软，兄弟们一起发财。当然，岳小飞并不担心所有车企都倒向未来电池，只是这个以未来电池为核心的利益团体能小一点总是好的。做生意嘛，朋友多必定胜过敌人多。他首先选择的目标是汉唐汽车的老总韩忠。说起来，岳家和韩家关系一直不错，2大集团也多有合作，所以岳小飞不希望后面跟汉唐汽车成为对手。当然，最关键的原因还是汉唐汽车与未来电池的矛盾最大。当初未来电池的研究方向与汉唐母公司电池部的那边产生了巨大分歧，然后汉唐那边率先取得突破，帮助汉唐汽车在新能源汽车市场上站稳了脚跟，所以未来电池理所当然的就被放弃了。如今汉唐汽车再想跟未来电池合作，不多出点血估计是谈不下来。未来电池的宣讲会结束后，后台会举办有一个非公开的酒会，这也是国内一贯的社交方式。韩忠远远地望着被人群簇拥着的中年男子，心里真是分外无奈。当年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舔狗小弟，如今却风光无限，真是科技改变命运。可无论心中什么感受，今晚他都是要去找这个曾经的小弟。生意场上没有什么恩怨情仇，唯有利益永恒。韩忠叔叔，好久不见了。正要舔着脸上去聊2句时，一道倩影出现在韩忠身旁。小飞侄女，好久不见，没想到你也对电池感兴趣。韩忠礼貌回应，因为思绪不定，所以他也没心情多跟岳小飞客套。岳小飞看看不远处的场景，自然明白韩忠的心情，所以他也不叙旧，直接开口道：龙威想要造车，不早就是众人皆知的事了吗？这种能引发行业大地震的东西，我自然要来看看。这话倒是让韩忠提起了几分兴趣。其实岳小飞的爷爷几年前就跟他聊过这个问题，双方甚至都要达成合作了。汉唐汽车引入龙威的软件系统，然后双方合作开发新车。可惜后面龙威内部意见不统一，加上一些别的因素，也就搁浅了下来。你们岳家真是豪传，什么都要掺一脚，真是让人羡慕。岳小飞笑道：韩忠叔叔，你就别讽刺我了，造车是我爷爷的夙愿，我也不过想尽尽孝罢了。小飞，咱们就别废话了，你今天总不能是跟我谈你爷爷故事的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岳小飞抿了口酒，缓缓道：我想要韩忠叔叔放弃未来电池，跟我们龙威合作，龙威给你提供更先进的汽车电池。韩忠人傻了，几乎满头问号。小侄女，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但很快韩忠似乎想到了什么，翻开手上未来电池的手册。你二伯可是有未来电池5%的股份，你现在来跟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可不想参与到你们岳家的内斗当中，汉唐汽车也不会是你们的筹码。岳小飞显然猜到了韩忠会如此反应，脸上依旧挂着微笑。韩忠叔叔，咱们也算认识很久了，难道你认为我岳小飞是这么没格局的人吗？今天来找你，只是不希望汉唐汽车选择一条注定会失败的道路，他应该有更好的选择。韩忠怀疑地看着岳小飞，是真的不明白了。的确，他了解岳小飞，没道理因为那5%的股份占比就来找自己说这些，那样只会让他岳小飞成为笑话。你了解新能源汽车吗？
你做过电池领域的调查吗？你有去考察过如今的未来电池吗？侄女，我不知道你的理由是什么，但是你看看朱景身边围着的那些人，你觉得我们都是傻子吗？岳小飞从手包里拿出一张邀请函。3天后，我们龙威召开新品发布会，到时候相信叔叔会明白的。韩中接过邀请函，一张做得很是精致的卡片，正面是时间、地点以及他的名字，背面则是一个个六边形。你们龙威又要发手机了，更新换代真够快的。韩中道。不过我不知道这和我们现在聊的事有什么关系。你知道石墨烯吗？什么意思？岳小飞却神秘一笑。韩中叔叔，我今天也只是劝劝你，不是马上要你和我达成合作协议。虽说在商场上很需要果断，但有时留点余地才是更好的选择。你们的新手机用了石墨烯电池？韩中试探性的询问。岳小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韩叔叔到时候看发布会不就知道了。这不可能。韩中直接否定。石墨烯这种东西都被炒了多少年了，根本没人用在电池上，一般都在电力传输方面做导体尝试。你在骗我？韩中对新能源产业的相关前沿科学还是颇有研究。石墨烯一直以来都是概念大于实际应用，所以他无法想象岳小飞透露给他的内容。岳小飞这时搬出顾晨的话头：科学不就是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吗？韩中再次看向手中的邀请函，若是一个普通人和他说这些，他只会一笑置之。可这是岳小飞，龙维集团手机公司的领导者，他的话不能不重视。这个石墨烯电池能用到汽车上吗？韩中再问。岳小飞继续模棱两可道：韩叔叔觉得一样东西是做小容易还是做大容易？记得来参加发布会哦。说完，岳小飞缓步离开。他还需要再去发邀请函，总不能只忽悠一家。韩中呆立在原地。石墨烯电池若是真的成功应用在了手机上，他不敢想会给整个电池领域带来什么变化。看了看仍被人群簇拥着的朱景，韩中知道自己得做两手打算了。小侄女，你们龙威集团真是让人害怕啊！韩中心中感叹，但其实他是期望岳小飞所说属实。相比于去跟昔日小弟低头，他更希望跟龙威合作。又聊了几个车企老总后，岳小飞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正准备离开时，一个小姐姐却捧着大朵红玫瑰拦住了岳小飞。岳小姐，这是朱先生给你的，他想邀请你一起看电影。看向酒厅中央，朱景似乎刚摆脱众人纠缠症，快速朝这边走来，脸上挂着自信的微笑，颇有些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这倒是有些把岳小飞给逗乐了。多少身家远超朱景，成就远胜朱景的人都没胆子追自己，这朱景刚有腾飞之势，便能有约自己看电影的勇气，真乃非常人。小姐姐，你把花拿走吧。岳小飞好心提醒，不然我待会儿拒绝，可能会让你的老板尴尬哦。小姐姐愣了一下，看着面前女人那让上天都嫉妒的脸，还有那不凡的气质，小姐姐心中明悟，心中替老板默哀了一下后，默默捧着花离开。见到小姐姐捧花离开，走过来的朱景顿时脚步一滞，心中也是有了明悟，但他也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要不然他也不会在被车圈放弃的情况下带领团队搞出未来电池。朱景作为一个30好几的人，之所以一直单身，就是一般的女人入不了其眼。自从几年前偶然见过岳小飞后，他就立誓非其不娶。可惜以他的层次，如何能接触到岳小飞这种天之娇女？直到今天，才终于有机会接触到多年的女神。岳小姐，真没想到你能来，我好高兴。朱景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显得十分紧张。岳小飞根本不想搭理这种中年油腻男。朱先生，演讲的不错。我还有事先走了。然后岳小飞轻轻一笑，绕过朱景朝门外走去，只留下孤独的男人原地受伤。怎么样，吃瘪了吧？早就和你说了，不要心急。我们岳家的小公主岂是那么容易拿下的？一个有些肥胖、满脸油光的人摇晃着酒杯走到朱景身旁。这人正是岳小飞的二伯岳敬楼，也就是他占据了未来电池5%的股份。朱景装作不在意的笑笑：“小弟也只是尝试一下，哪敢奢望做岳家的赘婿？”岳敬楼哈哈大笑：“什么赘婿？女人都是要嫁出去的。朱总可别听外面人乱说。”朱景心中若有所思，这种大家族的内部斗争不会比商场上的斗争简单，反而更加凶险刺激。毕竟这是对血缘亲情的残酷践踏。还得岳总多多帮扶。朱景笑道：“一起进步，一起成长啊。”岳敬楼眯起小眼道：“对于朱景追岳小飞，其实岳敬楼并不抱期待。那小妮子的脾气，家里人都了解。他实在想象不到有男人能收服，但是他不介意给予朱景一些暗示与鼓励。若真能把岳小飞从岳家搬出去，相信很多人都是开心的。这是小飞的联系方式，加油！”朱景接过岳敬楼递过来的纸条，也随之给出自己的承诺：“多谢岳总，若是未来电池成功上市，我再从我这边花1%给岳总。”岳敬楼笑得更开心了，还以为这未来电池的老总隐忍多年，终得功成，能有多么厉害？合着也是个见到女人就走不动路的家伙。未来电池的盘子一旦做大，你还守得住吗？朱景不知道岳敬楼心中所想，现在的他只知道自己缺个女人，缺个配得上自己的女人。第二天一大早，朱景便出现在了岳小飞所住的酒店楼下，静静地等着女神出现。当岳小飞拖着行李箱出现在酒店大堂时，朱景有些不解。按照流程，今天未来电池会邀请所有小伙伴们一起去江城的工厂里参观，怎么岳小飞就要走了？岳小姐，你要走了吗？朱景直接上前问道。
现在的男人都这么不懂事吗？岳小飞心累，他要赶着回天海准备发布会，哪有时间耽搁？朱总，你是不是想追我？岳小飞懒得废话，我不喜欢你，请你别浪费时间。朱景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但仍保持微笑道：“岳小姐说笑了，只是今天不是要去工厂参观吗？你怎么回去了？”既然直接聊感情不行，那就先从工作慢慢展开吧。岳小飞真是不耐烦了，油腻中年男实在讨厌。朱总，实话跟你说吧，我觉得你们的电池真不行，所以我没兴趣去参观什么工厂。朱景被逗乐了。岳小姐，你了解电池吗？我想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希望你不要将私人情绪带到工作中来。岳小飞笑了。朱总未免太自信了，你这种级别的男人还不足以让我有情绪。我现在要赶着回天海，失陪了。朱景想去拉岳小飞的手臂，却被直接甩开，而一直和气的岳小飞也变了脸色，冷厉的眼神让朱景突然意识到面前的女人可是岳家的小公主，是他不能轻易得罪的存在。对不起，我没别的意思。朱景赶忙道歉解释，我只是觉得或许岳总对未来电池存在误解，我想向你证明。岳小飞懒得理他，直接朝门外走去。不过最后还是好心提醒了一句，2天后我们公司要开新品发布会，朱总最好看看，方便早做打算。朱景根本听不明白岳小飞话里的深意，只是狠狠地望着岳小飞的背影。一个玩小白脸不知羞耻的贱货，真以为有多了不起？迟早有一天你会求到爷头上的。可惜顾晨听不到这句低声咒骂，否则被冤枉的天海败家子不介意打烂朱景的嘴。顾晨也一直没问岳小飞在这边的情况，现在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石墨烯电池的汽车应用上。李先等人本来觉得这个项目会很艰难，至少是一次持久战，毕竟他们光吃透顾晨给他们的资料都费了好大劲，更不用说后面还有很多难题。可是当顾晨参与进来后，情况瞬间就不一样了。似乎在顾晨面前根本没有什么难题，仅仅3天时间，他们就做出了第一个样品，大型的石墨烯电池组。大家对顾晨的佩服更上一层，可顾晨却轻描淡写的：“不就是将多块的电池拼凑在一起吗？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李先几人是真不知道说什么，光这第一个样品拿出去炫一圈，忽悠几个亿的投资根本不在话下。可顾晨却不满意，真是太凡尔赛了。但顾晨却是十分不满意第一阶段的成果。这个一堆小型石墨烯电池拼成的电池组，若是用在汽车上，首先成本相比传统电池并无优势，其次充电速度跟顾晨想的也还差太远。最后这个群组是粗暴拼接，安全性也存疑。总之顾晨是不会允许这种东西流出去的，那将会大大破坏自己的声誉。当然改进工作并不轻松，天才如顾晨也暂时遇到了瓶颈，尤其快充部分。原本小型石墨烯电池的充电线组结构就被顾晨拿来卡了龙威集团的脖子，就可以证明这部分是整个石墨烯电池应用的关键核心。现在整个电池储量扩大了汽车级，顾晨还想保持那种充电5分钟的效果，难度可想而知。李先等人听到顾晨的设想皆是不可理解。顾晨，你真要汽车也能充电5分钟运行2小时啊？电车若是不能快充，那不如买油车，这是电车取代油车的根本条件。李先不知怎么搭话，或许这就是跟着大神混的体验，每一天的工作每1分钟的想法都在挑战科学极限。不用着急，我们先把电池组尝试改成整块电池，这样能让成本降不少，当然安全性要保证。顾晨道：“柿子先挑软的捏，既然快充难，那就后面再说，先把简单的做了，再一起干难的。”对于龙威这次的新品发布会，界内很多人都是一头雾水。明明不久前才发布了龙威最新一代的旗舰产品，怎么现在突然又开发布会？很多人都猜测，龙威今天的发布会就是发布几款低端产品，再加一些生态链中的小玩意儿。所以这样的一场发布会并不是很让人期待，包括很多忠实的龙威粉丝也是这样认为。现在他们都还在体验着几个月前的旗舰，龙威总不能背刺他们一手吧？不过一些被岳小飞透露了消息的圈内人士对这场发布会却是满怀期待，恨不得现在就拿到真机研究研究。也有几个喜欢搞破密推理的网络大 V 推测出了这场发布会并不简单。一是上一场发布会结束时岳小飞的激动预告，然后是跟星辰科技莫名其妙的合作，再有发布会邀请函上的石墨烯分子式，然后他们就得出了结论，龙威要发布石墨烯电池手机。可惜当这个论断被抛出去后，相信的人寥寥无几，毕竟这种事实在过于离谱。在期待值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的氛围中，这场发布会如约在龙威大酒店召开。这毕竟是石墨烯电池在手机上的第一次成功应用，也是顾晨作品第一次面向世人，所以顾晨也暂停了工作，与大家一起在研发中心看起了这场发布会。岳小飞一身干练的黑色西装礼服，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上台。他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世界将会迎来大变。简单的开场白后，岳小飞根本没有任何废话，直接在背后的大屏幕上放出投影。今天我们要发布一款全新系列的手机，这款系列被我们命名为星辰，以感谢我们合作伙伴星辰科技对这款产品的贡献。大屏幕上的黑色手机看上去平平无奇，并没有引起波澜，但岳小飞的话却让人惊讶。用星辰命名，龙威集团什么时候对合作伙伴这么好了？不是说靠小白脸上位吗？星辰科技面也太好了吧！本来想着直入主题的，但是此刻我真的心情复杂，所以还是跟大家感慨2句。2年前我从国外回来，然后就进了龙威手机部。一开始我对自己对龙威都无比自信，而且当时龙威已经实际上成了国内手机厂商的老大了，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不会有什么难度。
我只需要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的走下去，龙威就会不断壮大。包括我家里的很多人、很多长辈，他们一些现在应该也在台下坐着，大家都觉得我岳小飞就是来摘桃子的。爷爷把最火热的手机业务给岳小飞，就是偏心。台下的人以及看发布会的观众更猛了。岳小飞怎么聊起家事来了？大家族的权力斗争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听的吗？几个岳家人更是大眼瞪小眼。我的小公主，你想干什么？我们是对你接手手机部有不满，可你跟外人说干嘛？研发中心的顾晨则是嘴角一弯。岳小飞这活力变的女人可狡猾着呢，她才不会无端抒情，她这是为自己造势，为将来上位增添筹码与名望。龙威集团虽说是岳家的公司，但其更是全体国民的企业，斗争绝不仅限于内部。试想一下，如果岳小飞在外声望浩大，大部分人都将其跟龙威集团画上了等号，岳家还好推其他人上去吗？这女人有点危险，可得让老爸小心点。顾晨心中暗道，而另一边的岳小飞则继续自己的讲述。但是当我真正接触到手机产业后，我才明白风光都是外人以为的，内里有多少苦涩只有自己清楚。在手机市场不断内卷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龙威别说继续拓展，光是想保住自己的地位都无比艰难，因为在你身旁，在你身后充满着无数想把你拽下神坛的对手。当然我并不恨这些对手，反而感激他们，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激励，龙威才不敢停下脚步，才需要不断创新。很多看网络直播的龙威黑子这时忍不住了，看了半天一直不说产品在这煽什么情，于是纷纷发起了弹幕。龙威又开始了，天生的营销狗，还感激友商，我怕你恨不得所有厂商都死你一家独大吧。就是把营销的那些钱省下来，手机卖便宜一点不行吗？当然粉丝也是不甘示弱，真可怜，不喜欢龙威干嘛要来看发布会？滚出去不好吗？自己手机垃圾还说别人营销，真是有够好笑的。去舔你们的花旗爹吧，别来这碍眼。网络上的大战并不影响岳小飞的讲述。可惜有时候这世界并不公平，龙威不怕竞争，但是有些时候龙威并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相信很多人也听过一些消息，在这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龙威确实遭受到了某些国家的不公对待，比如给我们代工芯片价格要贵上1成，逼得我们去买别家的芯片。当我们的产品想要销往国外时，在关税审核上总会遇到各种问题，遭受各种污蔑。这2年来，龙威真是走得步履维艰，我几乎每一天都要失眠，生怕第2天又出什么问题。龙威在世人眼中的风光无限，背后都是我们每一个员工在负重前行。我平常也上网，也能看到大家对龙威的批评。我也知道我们的一些产品很贵，相比很多同价位产品并无优势，可我们没办法，龙威手机必须撑下去才能有未来。在这里和真心感谢所有支持龙威、购买龙威的粉丝，因为你们，我们才能一直存在。台下的许多大佬都听傻了。龙威集团有这么惨吗？你这小姑娘不地道啊！从这2年财报来看，手机部利润还是正的，而且就算手机这边真亏了点龙威，还有其他公司，怎么看也不会死吧？怎么在你岳小飞口中，仿佛龙威明天就要倒闭一般？面对艰难处境，我们龙威能怎么办？我们能抱怨吗？我们能怪别人恶意卡我们脖子吗？我们不能。这个世界无论是商场还是别的战场，从来就没有公平道义可言。我们只能怪自己落后，只能怪自己无能。谁让你没有最先进的光刻机？谁让你几10年前放弃半导体产业？谁让你一直依赖人家？现在被拿捏了，却怪别人不讲道义，只会惹人发笑。龙威自从成立那天起，就信奉自力更生、科技创新的真理。我们深信自救者天助，我们坚信自强不息。自接手手机部以来，我就期待着有一天龙威能够拥有自己的领先全世界的科技。我也一直在寻找着能帮龙威站起来的人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执行龙腾人才引进计划，寻找天才少年的原因。很多龙威粉丝听到这里，心中不由激动起来。这好像是欲扬先抑的剧本啊！难道那天那个大 V 预测的是真的？龙威真要拿出不得了的作品？其实在以前我是不怎么相信什么天才少年的，但是当他真正出现时，我心中唯有感激，尤其是他还是你一直以来的亲人时，那种心情真的无法言说。研发中心大厅里，所有人都看向顾晨，多么感人的亲情。顾晨有些羞涩地摸摸鼻子，低调低调，以后有的是你们膜拜的机会。好了，说到这里，我也不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新品，星辰1代中最核心的技术，是由星辰科技提供，而这项技术的研发者就是顾晨。不久前火爆全网的清北圣子，星辰科技的少东家天海顾晨。话音一落，全网炸锅。小飞女神说了什么？顾晨，我没听错吧？不要啊，我的女神！这么捧一个小白脸，她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魂药？清北圣子满分试卷，现在还要加一个龙威天才少年，还有自己的应用产品，凭什么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承认顾晨是有几分才华，可是如此多的荣誉加在身上，一个17岁的少年承受得住吗？哇，顾晨弟弟这么厉害吗？
爱了！网上炸翻了天，发布会现场同样一片哗然。顾晨，这是哪位啊？行业内好像没听说过这号人物。不知道顾晨的人一脸懵，知道顾晨的人更懵。龙威与星辰科技的合作，果然是因为顾晨，可是怎么跟传言不太一样？岳小飞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岳小飞是问过顾晨的，要不要帮他隐藏一下，但是顾晨表示没必要，自诩人间第一流，岂能躲躲藏藏不敢面对阳光与风雨？好吧，顾晨只是单纯的想赚点名望值。既然顾晨要求岳小飞，也就尊重其意见，反正他说的都是实话，人们怎么看并不重要。台上的岳小飞见大家的惊讶已过压了压手，继续自己的介绍。星辰一代其实算不得多么出色的产品，相比于当前最顶级的旗舰手机，它尚有许多不足。但是星辰一代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它代表着龙威新的开始，是龙威挑战科技霸权的起点，是龙威攀登顶峰的基石。同时，星辰一代还证明了我们华国人也可以站在科技顶峰，我们可以做到老外做不到的事，证明了跨国科技的崛起。岳小飞也是神情激动，接着按下遥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个的六边形，接着不断堆叠组合，最后石墨烯3个大字映入眼帘，来了，竟然是真的。韩中在下方紧握着拳头，铺垫了这么久，终于要上菜了吗？网络上同样人声鼎沸，那个预测的大 V 更是迫不及待发布动态，接受粉丝们的膜拜。当然也不是什么人都为新东西激动。在发布会的一个偏远角落里，朱景神情阴翳定定地看着台上。石墨烯骗小孩子的玩意儿罢了，嘴角勾起不屑的冷笑，但微微颤抖的手指却证明着他的心慌，望向韩中方向。他想起昨天跟韩中交流时，韩中那模棱两可的态度，心中愈发不安。即使他跟汉唐汽车有救援，但是未来电池不可能不做汉唐汽车的生意，毕竟那是行业第一。原本他以为韩中会积极对待，可没想到韩中一直不冷不热，仿佛在等些什么。而现在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朱景将视线重新放回台上，心中做最后的祈祷与挣扎。没错，相信很多人已经猜到了，我们星辰一代使用了最新研发的石墨烯电池。关于石墨烯，如果关注学术界，那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作为领域内重点研究的新材料，石墨烯到底要如何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一直困扰众多研究者。长久以来，石墨烯的应用都很难到达人们期待的状态。即使石墨烯有着众多应用前景，却一直停留在概念上，基本没人将之真正做出来。但是在今天，这一切都成为了历史。星辰一代，世界上第一款搭载石墨烯电池的手机正式发布。接着大屏幕上再次出现星辰一代的图片，这回不是黑屏状态，而是一个透明的背面，证明着石墨烯电池真的在这款手机里存在。卧槽，龙威牛逼！以前前2天我还看新闻说尔曼国有科学家在石墨烯研究领域取得进展，没想到我国直接成品都拿出来了。龙威这是闷声发大财了，这些年一直隐忍，如今3年之期已到，是时候展示实力了。吹什么吹？不就换了块电池吗？我还以为用上2纳米芯片了呢。就是换块电池又能怎样？垃圾手机能变好吗？难道真有人买手机去看用的是什么电池啊？网络上再次热火朝天地争了起来。大家似乎并不关心什么科技进步，只在乎自己选择的立场能否一直赢。一直以来，大家看手机都最为关注芯片，认为那是手机的核心。诚然，芯片对手机很重要，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手机其实也是一个机器，而机器是需要能源的。如果被能源制约，那芯片再强也发挥不出来。而石墨烯电池确实帮助星辰一代突破了能源限制，让其彻底解放，实现能量自由。岳小飞笑了笑，我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那大家就直接看大屏幕，充电一次畅享1月。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有些标题党，毕竟如果手机一直放着不动不少，也能做到1月不关机。但是星辰一代不一样，这里的畅享是真正的畅享。根据实验室数据，满电的星辰一代一直进行游戏，可以运行130个小时。这个数据只会更高，不会更低。这一下真的全体起立了，看着主屏幕上的展示。星辰一代也不像什么超大手机，这么小一块电池，一直打游戏能打130个小时，那确实可以畅享1月了。不过这 TM 确定不是核能手机。切，实验室数据岂不是没实测过？那还不随便吹？你怎么不说1300个小时？网络上很快有人质疑，但岳小飞很快便接着说：我知道有人要问实测数据，因为我们从工厂确定能生产到发布会时间不够，所以暂时没有实测数据。但是今天我就在这里立下悬赏令，所有买到星辰1号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充满电后全程游戏，其余没有多余操作，不包含休息时间。若是待机时间短于130个小时，龙威集团返现100万。岳小飞的话掷地有声，发布会现场的所有人都被震住。朱景现在全身都颤抖起来，心中涌出了无尽的恐惧，而韩中则是脸色通红。130个小时，若是按体积同比放大到汽车，换成汽车的能量损耗，续航能达到多少？1000怎么都有了，或者5000，还是更夸张一点1万。卧槽，这么刁！这么一来，那不是永远不用充着电打游戏了，上王者指日可待啊！哼，人才怪装备。不是，大续航有什么用啊？真有人能一天不停玩手机？再说晚上睡觉本来就不玩手机，
放着充电有什么不好吗？前面那个果粉别暴露智商了好吗？若是钓鱼，那当我没说。岳小飞仅仅抛出的石墨烯电池的第一个优势，就已然震动了整个极圈。从今天起，手机电池容量告别毫安时代，正式进入安时代。而根据我们工程师的计算，星辰一代电池容量为90安。岳小飞不等人们震撼完，继续给出星辰一代的实际参数。回想一下，以前大家接触如此大容量的电池是什么样的？一般都是电瓶车的电瓶，而且一般的电瓶车也做不到如此大容量，将过往笨重的大电瓶变成这样一块小小的电池，这就是石墨烯的作用，这就是科技的魅力。大屏幕上，一块小小的电池与庞大的电瓶画上了等号，表明它们储藏的电量相同。一块具有如此巨大电量的电池，相信很多人都会担心其安全性。岳小飞不等有人质疑，直接自己抛出包袱。而这才是我们这块石墨烯电池的真正精华所在。我们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放电与充电技术，确保能量平衡。同时，我们电池的包裹技术也是当前最领先的技术，保证不会出现任何能量泄漏问题。从顾晨做出第一个样品到现在，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安全性测试，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对于新东西是心存畏惧的。就像当初第一个做汽车、第一个做飞机的人都是勇士，但是如今时代不同，我们有条件将所有不稳定因素排除。我们龙威绝不会把不成熟的危险的产品卖给消费者，这一点请大家放心。这里我也做出保证，若是星辰一代出现安全问题，龙威集团愿意一部手机赔偿1000万。虽然岳小飞的这些话并不能完全消除一些人对新电池的恐惧，但是也足够让龙威的粉丝放心了。只要产品卖出去了，时间自会证明星辰一代的伟大。在发布会最后，我们还会现场对一台星辰一代做极端测试，到时大家自会明白。岳小飞又补充道。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星辰一代的其他参数，毕竟这是一台手机而不是一块电池，也不能只说电量和续航。首先是手机重量，按照常识，如此大的电池容量手机岂不是会很重？若真用常理判断，那我们也不会称星辰一代为划时代作品。128克，这就是星辰一代的实称重量。我们不会说这是世上最轻薄的手机，但这就是事实。这尼玛什么黑科技啊，完全颠覆认知了。随着发布会的进行，星辰一代、龙威等多个关键词冲上热搜，不断的人进入线上直播间，然后被震惊，然后大家一定很好奇充电速度。我猜你们一定在想，这么大的电池储量，还有这么轻的质量，总不能充电还快吧？岳小飞现在也是彻底放松下来，尤其看着台下的人们全部站着听自己讲，这种感觉还真是挺爽的。但事实时它就是很快，10分钟快充20%，1个半小时完全充满。岳小飞给出最终数据，相比于其他的1个小时充满的旗舰手机，我知道星辰1号这个数据实在一般，但是结合上它的续航，快不快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当然这个充电速度对比某个花旗水果品牌还是挺快的了，毕竟那家手机的粉丝都是以充电慢为豪。岳小飞终于想起 PK 一下友商，这也算发布会的传统环节了。不过此时这个环节并没有如往常一般引来欢笑，此刻大家已经彻底麻木了。如果岳小飞说的这些都属实，那他们就是在见证外星科技的降临。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很好奇我们的充电器是怎样的，是不是跟电动车一样笨重一大坨？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们卖的是手机，充电器自然要简易便携，所以我们的充电器从外观来说与普通充电器差别不大，就是我们充电内部采用了特有的设计，同时充电接口也是重新设计的。所以如果你买了星辰一代，你将无法使用其他充电器，目前市场上也买不到充电器，这点还请大家见谅。专属性，岳小飞这是要让龙威也具有独特性，增强用户粘性，这招倒是不新鲜。说完了石墨烯电池的相关部分，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岳小飞继续摁遥控。前面我也说了，星辰一代算不上完美的作品，理由就是我总觉得它的其他部分配不上那块划时代的电池，但是我们已经尽力给它最好的了，这也是我们龙威目前能拿出手的最好搭配，最好的芯片，最好的摄像头，最好的系统，最好的外壳，最好的屏幕。我们都是为了让星辰一代不留遗憾。之前龙威内部也有人建议我推迟发布，但是我岳小飞等不及了。我们想让所有喜欢龙威、支持龙威的人知道，龙威的未来值得期待，所以我们在今天推出了星辰一代。岳小飞眼含热泪，分外深情。女神别说了，公布价格吧，多少钱我都买。3万以下直接冲首发，不为别的，只为信仰。你的信仰就这3万，大家别激动得太早。看得出来，这手机有些仓促。又是这样一部划时代的手机，能做到量产吗？不会没货吧？难道龙威也要加入耍猴大军？若是岳小飞看到这2条弹幕，肯定会脸红，因为现在星辰一代确实无法做到现货。擦了擦眼角的泪滴，岳小飞调出星辰一代的最后一页 PPT， 几个版本后面的价格皆是问号。很多龙威的粉丝都说我们的手机卖得贵，我们其实真的很想便宜，但是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人为科学、为创新买单，那我们的社会要如何进步？龙威手机从来不说自己有多高的性价比，我们只知道追求那些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说完，岳小飞没有进行观众猜价格环节，而是直接公布最低配11999，最高配16999，
看到打出的价格，岳小飞其实有点心虚，因为如果按这个价格卖，星辰一代会是龙威有史以来利润最高的一款手机。世人都以为石墨烯电池成本不俗，但岳小飞知道这东西其实并没有比传统电池贵多少，只是后续组装和充电器那里费了点事儿。定这么高的价格，顾晨也是出了不少力的。这个小弟弟天才归天才，但似乎太爱钱了一点。不过他这句话挺有道理的，总要有人为科学、为创新买单。至于如何让人们心甘情愿的掏钱，就要看他顾晨的本事了。可惜现在没有人知道岳小飞心中所想。看到价格公布，全网再一次沸腾了。若是先前的介绍不掺水分，那这样一部手机不到2万块，谁他妈没有性价比谁有害。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声抱歉，星辰一代的定价确实有些高，大部分的粉丝都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买一部手机。台上岳小飞接着道，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无需等待多久，龙威就会推出平价版本的石墨烯电池手机。我始终坚持科技为大众服务，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享受最尖端科技带来的好处，这倒是将最后一点不满都消除下去了。既然石墨烯电池已经可以量产，并且有岳小飞的承诺，那用不了多久，石墨烯电池手机就会进入千元时代。今晚12点，星辰一代正式开启预售，最高配版本只有5000台库存，其他版本各有1万台库存。再次说声抱歉，但是我们保证不超2月，绝对无限量现货供应。发布会结束，我们会送出12台样机，供合作媒体测评。大家发布会上没有了解清楚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这些跟我们龙威合作的小伙伴。至此，星辰一代的发布算是告了一段落。不过岳小飞并没有离开，而是仍在台上。正菜上完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点心，也帮大家消化消化，平复一下心情。接着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手环，旁边还有一行极为夸张的广告词：长明手环永恒不灭，横穿华国不断电。石墨烯电池运动手环，长明1号，永远不用担心断电，陪你追逐每一次极限。关于石墨烯电池对智能设备的提升，我也不再多说了。相信我，这绝对是年轻人不能错过的一款手环。我们就直接公布价格，699。卧槽，不到1000元，配备石墨烯电池这种最新科技的运动手环，竟然700块就可以拿下。说好平复心情的人们再次激动。岳总这是大好人啊，这样卖岂不是会把龙威亏死？相比于星辰一代，这个手环利润空间确实要低得多。本来按顾晨的意思，手环也不能卖便宜，必须狠狠的赚钱。但是岳小飞否定了这种想法。星辰一代可以定高价，因为它代表着尖端，代表着先进。但是尖端与先进不代表着马上就有市场。岳小飞要让人们迅速的认识和感受到尖端科技带来的好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利用技术优势迅速占领市场。长明1号手环就可以完美完成这个任务。通过手环展现的好处，可以很快抹去人们对石墨烯电池的疑虑，让大家接受，这样手机也会越卖越好。而且手环并不是亏钱，只是单个利润少点，卖的量多了也是赚大钱。同时，岳小飞也有通过这个手环告诉所有投资者、同行合作伙伴，石墨烯电池的成本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它取代传统电池是确定及肯定的事。所以大家要是还想在市场上混下去，那就来找龙威集团吧。我岳小飞不是那种吃独食的人，有钱还是会带大家一起赚。手环说了，手表自然不会少。同样的石墨烯电池标配，同样的亲民价格，1299起。看到手表也是这个价格后，台下那些行业大牛们彻底死心了。龙威真的走出了所有人都跟不上的一步。从今天起，每个人都需要重新思考一下公司的未来了。韩中不断的捏拳又放开，现在他恨不得马上就把岳小飞拉下台，然后询问石墨烯电池在汽车上的应用问题。至于朱景，则是面如死灰的瘫在椅子上。几分钟前，他刚将手机关机，若是不这么做，他今晚是注定不得安宁了。但是关机只是一时的，他躲不了一辈子。他的通讯软件里会充满无数消息，同时还会有无数电话不断打来。江城的工厂在不停地运转着，宣传部门还在营销着上市，大量员工正在努力工作着。未来电池的一切都停不下来，可是未来电池这辆列车还能开下去，前方那是万丈深渊。他想起研发部门那日和他说的话。天穹庄园里的风投会，有个少年劝张涛不要投资，当时自己只当笑谈。但是现在，那少年原来就是顾晨。未来电池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可怜的小丑。悲哀过后，朱景心中涌出无限的恨意，红眼看向台上的岳小飞。岳家、龙威集团，你们这帮畜生，做手机的为什么要去研究电池？你们真是该死！我不能服输。手机上的电池就能在汽车上用吗？它影响不了未来电池。朱景不断安慰自己，可惜终究说服不了自己，于是又盘算起别的手段。说什么安全？若是这破手机炸了，还有人敢相信石墨烯电池吗？若是有人中毒过敏呢？你要怎么办？此时朱景已经不知道要如何去正常竞争了，只能思考商业之外的阴谋手段。岳小飞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引发了朱景的癫狂，龙威集团将来引来大量恶意摸黑。当然，岳小飞心里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既然能站在那个位置上，就不是天真的傻白甜，不会认为星辰一代一发布就万事大吉，坐等收钱了。商场上的胜负不到最后仍未可知，岳小飞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的。更何况顾晨将最难的部分都搞定了，剩下的事他再做不好，那他将来凭什么执掌龙威？虽然大家今晚已经听了太多次石墨烯电池了，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再提一下，任何新技术如果只有单一应用，那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如今我们既然已经能将石墨烯用在电池上，那其他方面是不是也能突破呢？石墨烯电池又是否能获得更为广阔的应用呢？然后大屏幕上打出一系列的概念产品，韩中一下子站了起来，目光灼灼地看着大屏幕，因为上面赫然有石墨烯洗能源汽车。除此之外，传感器、晶体管、柔性显示屏、海水淡化储氢材料、航天材料等众多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内容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大家还记得我刚开始说的话吗？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我们坚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终将用创新定义未来。若是以往，大家只会觉得岳小飞在画大饼，这些东西哪个能搞出来？但是现在有星辰一代的例子在那里，大家突然觉得未来离自己是那么近，仿佛一伸手就能碰到。好，今天的发布会的内容就是这些。现在让我兑现承诺，对星辰一代做极端测试，然后大家就看到有工作人员推着一盆火上台。星辰一代最科幻的手机，也是最安全的手机。岳小飞拿起手上的星辰一代，连接到现场的音响设备，然后点击播放音乐。这一首歌名叫《涅槃》，致敬龙威的过去，展望龙威的未来，相信所有人都可以浴火而生。说完，岳小飞将星辰一代扔入火盆，接着鞠躬谢礼，最后缓缓下台，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个时候，没有人想要停下来，火热烈地燃烧着，音乐仍在播放。大屏幕显示星辰一代蓝牙仍是连接状态，一些人期待的爆炸也没有发生。不知过了多久，音乐终于停了。世界第一台石墨烯电池手机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变成一块黑炭，静静地躺在灰烬之中。最后，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个人名以及他们的照片，还有工作贡献。没有这些人，也不会有星辰一代的诞生。参加发布会的人没有一个离席，大家都在安静看着这些人，他们都是带领人类前行的开路者。最后，顾晨的名字出现，龙威集团特聘高级工程师，清北学院大一新生，星辰科技首席工程师，多项科研专利拥有者，小型石墨烯电池的研发者，诸多头衔，再配上那张帅得过分的半身照。何谓人间第一流？何谓天才少年？这就是研发中心的人们纵情欢呼，顾晨只是缓缓喝了口水。不愧是小飞姐，这发布会整得挺好。发布会结束了，但是这场发布会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还在不断发酵。这场发布会也如岳小飞所说，注定要引领一个新的时代。在众多龙威粉丝熬夜等着抢星辰一代时，无数的电话打向龙威集团，无数的询问消息飞向龙威集团。而发布会现场，几乎每个大佬都想预约岳小飞的时间，可惜岳小飞现在根本没时间回复这些人，因为龙威的掌门人岳松，也就是岳小飞的爷爷亲自打来电话。没错，石墨烯电池的事，岳小飞将自己亲爷爷都瞒住了。这也可以看出，岳小飞对自己手下的掌控达到了一个极高的程度。岳松本来想要好好说教一下自己这个宝贝孙女，这么大的事，连爷爷都瞒。可是听到岳小飞的声音后，老头子是一句硬话都说不出来了。小飞，这段时间累坏了吧？爷爷看你都瘦了，你要注意休息。公司的事多让下面的人去做，不然不是白开那么高工资了。我知道爷爷。虽然在台上说了半天，但岳小飞并没有感到疲惫。怎么样，爷爷？这个惊喜还算可以吧？这下我们龙威总算有资格跟外面那些强盗叫板了。岳松沉沉叹了口气，孙女真是承受了太多压力，父辈无能，子孙受罪啊。小飞，都怪爷爷当年走错了那一步，导致我国整个半导体业彻底崩塌。岳松自责道，导致现在你们每一步都如此艰难。岳小飞安慰道，爷爷，这些事就不用说了，落后只是一时的，我们总会赶上去的。爷爷相信你，你比爷爷强太多了。岳松无比欣慰，龙威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岳小飞心说，若是家里爷爷你一个人说了算就好了，即使威信再高，年纪大了始终会权柄旁落。她一个女孩子要执掌这么大一家公司，阻力仍不小。爷爷，你可别这么说，龙威还需要你领航呢。好了，别恭维我了。岳松哈哈笑道，对了，这个石墨烯电池真的是顾晨那小娃子弄出来的，你不会是故意包装他的吧？岳松知道孙女以前就跟顾晨这个小娃娃亲近，所以担心他是在为顾晨上位铺路。爷爷，你想什么呢？这种事我敢造假吗？虽然我也知道很不可思议，但是顾晨就是这么神奇，相信你以后还会见识到他更多的奇迹。即使仍有疑虑，岳松也是相信孙女。我记得何老头好像并不喜欢这个外孙，现在他这外孙这么厉害，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想到何家，岳小飞却没什么好感，因为他差点就被作为工具嫁去何家了。要不是爷爷余威尚存，那帮亲人真就将他绑出家门了。岳小飞没接话，岳松也是想到了孙女与何家的这段不愉快，连忙道：“爷爷不该多嘴，咱们不说别人家的事，还是聊会儿自家。小飞，虽然爷爷一直尊重你的原因，但是你眼看着奔三了，是不是？”岳小飞翻了个白眼，24岁就叫奔三，很多人这种时候都还在学校里读书，好吗？顾晨这小孩子虽然挺厉害，但始终小了点。你要是选他爷爷，怕以后你们相处。岳小飞听得脸色通红，赶忙打断道：“爷爷，跟你说了这件事，我自会考虑，你就别操心了。反正你孙女不愁找不到男人，我现在只想专心做好公司的事。”行行，爷爷不催你。岳松屈服，但又补充了一句：“但是你也知道爷爷的身体，我可是还想抱重孙的。”岳小飞无奈，确实不催，改威胁了。其实岳小飞有个同辈兄长已经有孩子了，但是岳松只认嫡不认长，所以坊间基本都默认岳小飞要招婿，这也是他执掌龙威最为关键的一步。
好了，爷爷，我不跟你说了，这边还有很多事要处理，你早点休息，记得吃药。挂断电话后，岳小飞补了个妆，因为待会儿有个庆功晚会，这个晚会上的应酬不会比上台介绍轻松。他今晚的工作远没有完成。韩仲本以为凭自己与岳家的关系，今晚跟岳小飞谈几句不难，可他没想到那些手机厂商实在过于凶猛，平常风度翩翩、人模狗样的各种老总，竟跟舔狗一般，等在岳小飞的休息间外。岳小飞一出来便像粉丝追星一样包了上去，想想其实也合理。石墨烯电池用于汽车还只是畅想，但是用在手机上可是已经成了的。若是这些厂商不去舔，那岂不是等死？面对同行们的热情，岳小飞保持着微笑。他具体什么也没承诺，但是保证大家一起赚钱，毕竟都是华国的企业，合作共赢远胜过你死我活。听了岳小飞的话后，大家心里也有数了。他们的手机也能用上石墨烯电池，但是该给的钱可要给够了。这就是技术垄断的可怕，真真切切的躺着赚钱。应酬完各个手机厂商，岳小飞终于有时间跟韩中聊聊了。韩中也不废话，直接问道：“小飞侄女，你就跟叔透个底，石墨烯应用到汽车上到底行不行？”“行。”岳小飞回答：“这是今天早上顾晨给他的保证。即使充电速度问题解决不了，现有的技术也能让石墨烯电池碾压蔚来电池。”韩中神情激动：“效果呢？有实验数据吗？跟蔚来电池相比如何？”岳小飞笑笑：“韩中叔叔哪有上来就要看人家底牌的？都说了，我还怎么忽悠你啊？”韩中不断的搓手，这岳小飞真是难对付。你就不能多给叔点信心吗？毕竟这种选择真的不好做。韩中无奈道：“若是世上只有他一家车企，那选择自然不难做。可这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这时候选错落后了，未来可能要用100倍代价去弥补，所以他才难以决策。就像当年的光刻机，湿刻与干刻，两条道路，生死之别。”岳小飞沉声道：“传统电池的改进还是石墨烯电池？韩中叔叔，如果我是你，我根本不会犹豫。”韩中思量万分，开口道：“说说你的条件，我现在入局需要付出什么？”岳小飞嘴角一弯，终于要拉到一个了。龙威想要造车，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没有生产线，对各种零部件及其供应商了解的也不多，所以希望韩中叔叔能帮帮忙。韩中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小妮子野心未免也太大了吧？这是要自己拿大半身家跟他赌啊！小飞侄女，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仅仅一个电池，你就要叔叔拿出整条产业链，天下可没有这样的生意，我也不可能同意这样的提议。岳小飞笑道：“韩中叔言重了，我只是让你帮帮龙威，小飞绝对没有别的意思。而且这可不仅仅是一块电池的事，这是整个新能源产业，我们是一起发财，共同进步。”我说侄女，你们家就好好做你们的手机电子产业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来造车呢？汉唐汽车每年财报你可以去查，我们可没你们赚钱。岳小飞想了一下道：“龙威之所以要造车，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我爷爷的执念，你也知道龙威最开始就是做汽车配件的，所以他一直想造车。第二则是有个人说国产行业必须全面独立自主，其中汽车行业最为重要，所以我需要布局。”谁说的？韩中问。岳小飞笑笑：“如果汉唐汽车愿意和我们共赢，那这个人就会是你的合作伙伴，星辰科技。”顾国璋还是顾晨这孩子？韩中脑子倒是转得飞快。岳小飞点头：“顾晨可不是普通的小孩，那是我的奇迹男孩。”韩中这时也想起了发布会上的内容，直问道：“石墨烯电池真是顾晨弄出来的？”又是一个不信的。岳小飞真是头疼，顾晨这辈子估计都要不断的去证明自己了。韩中说：“我知道你很难抉择，你不敢相信星辰科技，不敢相信我，你希望等到局势明朗再动作，但是那时候可就不是这个家了。刚刚那些手机厂商你也看到了，将来他们生产石墨烯电池手机，每卖一部都要给我交钱，就像现在所有科技产品都要给花旗这狗国家交钱一般。若是你想等到那时候再落子，那就不自由了。所以说，韩叔你要如何选择？自由还是悲从？”岳小飞的话极具煽动力。而且你犹豫，你的对手未必会犹豫。商场之上最需要勇气。韩中真是服了这妮子了。3天前他还劝自己多等等，适当犹豫，现在又说要果断，合着送钱给你就是最合理的选择呗。小飞，其他车企绝对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尤其大部分都是外国品牌，不可能帮你造车。韩中直接道。岳小飞轻笑2声，这样确实挺难受的，那我们只能多费点功夫了。乾隆威应该是够的，你说我们要多少年能独立造出一台车？而那个时候你们能有我们的电池水平吗？韩中重重叹了口气，给我点时间。当然可以。岳小飞道。不过你也知道，时间这种东西很玄妙的，如果那边的研究进展巨大，形成足够代差，我可要涨价。当然如果研究不顺利，叔叔也就赌对了嘛。韩中看着岳小飞，岳家怎么出了这么个妖孽，真会撩拨人心。时间也不早了，今天也累了一点，韩中叔早点休息吧。岳小飞结束了这次简短的交流和谈判，若是没有早上顾晨给他发的保证信息，他还真不好这样跟韩中聊。不过现在看来效果不错，依他对韩中的了解，这个汉唐汽车应该是被拿下了，因为韩中从来就是一个喜欢赌的人，要不然他以前也不会固执的一定要做新能源汽车。如今这个选择相比于他以前的那些可是好做多了。岳总回公寓吗？因为岳小飞喝了酒，所以小秘书兼职起了司机。岳小飞刚想点头，马上又等。不，去研发中心。到达实验室门口，果然跟他想的一样，
顾晨一个人在里面。龙威对待科研人员福利是很好的，基本工资已经足够高了，因此员工一般也不会加班。而且发布会结束后，高兴的岳小飞直接让秘书处发通知，明天集体放假1天，所以大家基本都回去了。可是顾晨还在这里，仍在实验台专心致志地努力着。什么狗屁天才，从来只有天道酬勤，没有什么生来就有。在花旗时，为了做出石墨烯电池，顾晨又付出了多少心血呢？可是他一回国，就将他最重要的东西给了自己，其中固然有顾国璋公司危机的原因，但同样是对自己的信任。顾晨，好弟弟，姐姐今生绝不负你。可惜顾晨听不到岳小飞的心中所想，只能让好姐姐永久保留这个美丽的误会。这段时间以来研究的顺利，让顾晨十分自信，觉得自己根本不用整个假期的时间就可以将系统任务完成。但是现在他是真的遇到瓶颈了，充电速度太难提升。当前市面上最顶级的电车已经可以做到充电10分钟续航1000里，而他们现在放大后的石墨烯电池无法像手机一样跟上快充。这样的产品只有单纯的续航优势，离顾晨想要的碾压级汽车电池差得远。所以他才需要抓紧每1分钟。为此，他甚至拒绝了李月去他家过生日的邀请。原本顾晨想着依靠小型石墨烯电池设计图纸上给的东西，正常拓展出汽车的充电接口，怎么也能快充。毕竟汽车充电电压电流可不是手机充电能比的。但是结果十分骨感，这也让顾晨认清了现实。小型石墨烯电池跟汽车石墨烯电池组不是一种东西，所有东西他都需要重新设计摸索。似乎是为了刺激顾晨，狗系统竟直接在商城里上架了一份汽车石墨烯电池组的设计图稿，顾晨只需2000万就能买到它。但是顾晨怎么会让系统赚这种黑心钱？这个项目他一定能完成。正打算问问系统商城里有没有那种无副作用的精力药剂。顾晨毕竟要熬一段时间的夜，总不能影响了自己的身体，那样清北的学姐女同学们可是会伤心的。不过他意识还没进去，一道香风袭来，顾晨便感觉自己被控住了，只觉得软软的说不出的感觉。岳小飞强硬的将顾晨搬成正面，好弟弟你辛苦了，姐姐好心疼。然而没等顾晨搞清楚状况，他便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当然，这东西或许在他很小时候就失去了，不过小时候亲亲抱抱算不得数，这次却是实打实让顾晨有些心乱。淡淡的酒气与暗香冲入顾晨的口鼻，少年只能无奈的叹气。这年头打工挣钱不容易啊，熬夜加班就算了，还要照顾喝醉的老板姐姐，明天必须加工资。第二天早上，岳小飞是被接连不断的电话声吵醒的，因为昨晚顾晨贴心的帮姐姐手机打开了，以防她错过重要的电话影响帮自己赚钱。揉了揉仍有些泛疼的太阳穴，岳小飞从床上坐起，发现自己的衣服完完整整后，岳小飞心头不由有些火气。这小弟弟真是不行，竟然连个外套也不知道帮姐姐脱。洗漱完离开研发中心的宿舍，岳小飞也不忙着回公司，去了趟实验室。顾晨果然在工作了，看样子又是一夜没休息。小陈，你不能这样熬，马上去睡觉。岳小飞现在是真想直接将整个研发中心断电。顾晨笑着回道：作为年轻人怎么会睡得着？我没事。小飞姐，你那边事应该挺多的，快去忙吧，记得吃早点。不行，小陈，听姐姐的话，工作不是这样做的。你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姐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岳小飞拉起顾晨，今天非要将他移出实验室不可。顾晨真是欲哭无泪。他昨夜才花100万从系统商城里买了瓶无副作用的精力药剂，正准备全力攻关呢。岳小飞这么一闹，岂不是血亏？好，小飞姐，我听你的，这就去睡觉。顾晨实在反抗不了长辈，只能迂回。这样，我送姐你出去，然后我马上回宿舍睡觉。岳小飞却不上道，我送你回家，让何以守着你。100万的精力药剂刚喝下，哪里睡得着啊？姐，回家也太麻烦了，再折腾下去找你的那些高管还有合作伙伴，可等不了那么久。让他们等着，你才是最重要的。岳小飞态度坚决，顾晨服了。小飞姐，咱们研发中心宿舍的门你不是有总控权吗？每一个单间你都有权限开关，你将门锁死，我不就出不来了？所以我保证在宿舍乖乖睡觉。岳小飞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可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提议，而且送这里离顾晨家太远，折腾一趟真的过于麻烦，不如就让顾晨在这里好好睡一觉。行，我送你回宿舍。确定将顾晨的宿舍房间锁死，并且将宿舍监控设置到后台运行后，岳小飞终于放心的离开了研发中心，同时也是开始回复各路消息。而宿舍里顾晨自然是没有睡觉。小呆，小飞姐走远了吗？那开门吧。还有，记得让监控出现下故障。嘿嘿，小飞姐，你弟弟我可是全才，你就安心工作，不用担心我。姐弟俩斗智斗勇的同时，第一批拿到星辰一代真机的合作伙伴们也是迅速开启了直播，第一时间展开了对星辰一代的介绍测评。老白测评是如今网络上最大的科技区评测博主，他同样拿到了星辰一代。即使早上不是直播的黄金时间，但他今天一开直播，人数也是瞬间到了近段时间以来的最高值，可见星辰一代的吸引力、影响力有多大。跟往常一样，首先是包装盒的展示，侧面由石墨烯的6边形分子结构构成，正面的盖子则是一片夜空星辰，然后将盖子立起，可见一只凤凰从余烬中飞出。打开包装，首先是一张镀金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欢迎开启新时代7个字。向来以评测客观出名的老白，这时也忍不住主观说了一句：这包装设计值个1000块不过分。当拿起手机的第一瞬间，老白也是给出了自己的第一印象：轻，真的非常的轻。习惯了别的手机后，拿着星辰一代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一部手机。
接着外观展示配件，然后称重，一系列评测下来，跟发布会上岳小飞的介绍基本一致。众多守在直播间，龙威粉丝心也算放下了一半。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开机实测，这才是重头戏。系统流畅性、性能表现、网络连接这些方面，因为用的是龙威目前能给出的最好配置，所以基本没什么问题。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游戏测试，想知道这石墨烯电池到底有没有岳小飞吹得那么厉害。然后各个测评直播间直接变成了游戏直播间，开始对电池续航、手机发热情况做起了测试。到中午时，龙威粉丝们已经在庆祝高强度游戏2个小时，耗电1%。这种表现是岳小飞给出的实验室数据的。龙威牛逼，国产崛起。每个直播间都飘起了整齐的弹幕。现在大家只恨自己钱不够或者运气不好，没能抢到星辰一代，只能期待岳小飞承诺的平价版石墨烯电池手机。沉迷假期的苏雨、青灵、初然两姐妹是第2天看新闻才知道星辰一代的事儿。补完发布会和一些直播切片后，两人还是不敢相信顾晨他是不是厉害的过于夸张了？林初然不可避免地做了很多人会做的猜测。岳小飞在捧顾晨，所以他很少心疼地抱住苏雨清。我的好雨清，你的对手太强大了，咱们放弃那个花心小伙吧。苏雨清却没有多想，只是捏了捏拳头。顾晨已经在应用自己的知识了，而他却还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什么都不会做，将来怎么跟得上顾晨处？初然，我们去燕都吧，去学校里熟悉一下情况。可是南诏，咱们还有好多地方没玩呢，燕都什么时候去都行吧？林初然不知道苏雨清心中所想。我现在就订机票，咱们直接去学校报道。在龙威集团的大楼里，岳小飞并没有马上去见那些上门的合作伙伴，而是将所有相关安排都推到了明天。此刻龙威集团正在召开一场内部会议，安排星辰一代的后续事宜。昨天不过5分钟，所有预售就被抢光了。我们现在一定要保证这些手机按时发出，这是当下最重要的。然后加强产能。耍猴这种事虽说是营销典范，但过于缺德。我们不能一直这么干，刘总，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各个工厂多跑一跑，还有检测部一定要做好审核，这是我们的生命线。最后宣传部，接下来你们的日子不会太好过，我希望你们最好准备。岳小飞目色深沉，仿佛惊天骇浪已至眼前。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再等忙完这一段，2代推出前公司会给大家放假，该有的奖金也不会少，辛苦大家了。事实证明，岳小飞的担忧并非多余。在龙威召开会议时，朱瑾也赶回江城召开着会议。不得不说，朱瑾确实是个坚韧之人。经历过一晚上的惊慌无措与恐惧之后，此刻他已经完全调整好了心态。此刻在一众要吃人的股东面前，朱瑾双眼布满血丝，定定地盯着面前的幕布，上面赫然写着石墨烯电池几个大字。会议开始已经快1个小时了，朱瑾一句话也没说过。即使刚进会议室，他就挨了暴怒的岳静楼一拳，他都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安静地坐下，然后打出那张幕布。就任由会上的人们吵翻天。会议争论的重点是如何应对石墨烯电池的冲击，保证未来电池仍有市场。但股东们的实际诉求却是要朱瑾赔钱，他们要撤资，不跟未来电池玩了。龙威那场发布会之后，是个人都看得出来，电池行业要迎来大变动。未来电池这类传统的电池企业，不说马上会倒闭，但注定前路是一片迷雾。在这种背景之下，想要整合未来电池上市的计划注定行不通。无法上市就意味着他们赚不了大钱。那大家还陪你朱瑾玩什么？未来电池之所以能迅速举起这么庞大的资金，不就是大家看好它上市后能大卖吗？现在这个愿景没了，冷酷的投资者们可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怜悯。朱瑾啊，你特么别在那儿装可怜了，今天你必须把账算清楚。未来电池能卖出多少钱来？我要撤资。岳静楼虽然打了朱瑾一拳，但仍不解气。第一个出声责问朱瑾。朱瑾转头看着岳静楼，恨不得当场揍死这个死胖子。要不是你岳家未来电池，今天怎么会如此被动？你这个废物！龙威集团有石墨烯这种该死的东西，为什么你一点消息也没有？岳静楼，你为什么不去死？朱总，你也别怪我们无情。倒是有人态度温和。做生意就这样，有赚有赔。现在我们栽了，你总不能拖着大家一起下地狱吧？大家都不容易，先前已经投了够多钱了，该给我们回口血。朱瑾笑了，昨天这些人还跟自己称兄道弟，今天却换成这副嘴脸，真是让人恶心。朱瑾啊，别一直装哑巴，到底怎么办？你总要说句话。终于，朱瑾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前方，缓缓开口道：“我未来电池的总裁朱瑾，希望诸位继续履行协议。”话音一落，众人都如看疯子般瞪着朱瑾。岳静楼直接开喷道：“你特么疯了吧？你还向我们投钱？投了干嘛？你那破电池卖给谁？人家放着更好，价格差不多的石墨烯电池，不用买你这傻逼电池。”就是。朱瑾，你想死我们可不奉陪。温迪基金必须对股东负责，我们不会再投资未来电池。朱瑾抬头逐一扫过众人，你们知道现在撤资有什么后果吗？我个人的损失自然算不得什么，但是工厂的工人呢？那些为未来电池研发努力的科研人员呢？这不单是
这间会议室里这20多个人的事，这是几千个家庭的生死大事。岳敬楼不屑地冷笑：“朱姐啊，你别来这套，那些人的生死与我们何干？感情牌在商场不适用。要没有这些人付出，我们能筹划未来电池上市吗？现在有了点波动，就要不管不顾，这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岳敬楼听不下去了：“老子倒想负责任，可不能让我死，让他们活吧。有本事你也弄出石墨烯电池来啊！”朱景哈哈大笑：“石墨烯电池不过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就这么让你们害怕吗？未来电池是造不出来未来电池，可是不代表未来电池对抗不了石墨烯电池。”朱景双眼通红，恶狠狠地看着众人。熟悉朱景的人对这眼神一定不陌生。当年朱景被诸多车企抛弃，立誓东山再起时，他便是这般狠厉。岳敬楼，到今天为止，你给未来电池投的钱也就1300万，2周之内我就可以筹给你。但以后你跟未来电池再无关系，只希望未来电池上市时，你不要买我们的股票。朱景看向岳敬楼，一字一句道。岳敬楼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要赔钱了？朱姐啊，你什么意思？你还觉得未来电池能上市呢？为什么不能？只要我们能把电池卖出去，我们就有资格上市。其他人也懵了。朱总，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有办法对抗石墨烯电池？朱景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坐下，在幕布上投放起了视频，播放的正是昨天星辰一代发布会的部分内容。放这个干嘛？还嫌我们不够气吗？有人骂道。朱景指着幕布上那团燃烧的火焰，缓缓道：“我们的机会就在这里。还是那句话，出生的婴儿为什么要怕他？”有人瞬间明白了朱景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人心？朱景笑道：“没错，就是人心。竞争从来不是比谁的产品好，而是比谁更得人心。就像打仗，若是人心武器再好，又有何用？”岳敬楼一头雾水：“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能不能说明白点？”朱景重新播放起视频。岳总，你想一想，你的好侄女为什么在发布会上如此强调安全问题，甚至最后还搞一个浴火重生，这是为什么？岳敬楼也是恍然。对呀，现在开手机发布会，谁会说安全问题呢？朱景接着道：“因为他怕的不是手机出问题，而是怕人心的恐惧，所以他才会一直强调，他想要消除人心的恐惧。但是能消除这种恐惧的只有时间，而时间足够我们达成所有既定目标。”我懂了，不愧是朱总，看得果然比我们深远。一个股东起身鼓掌。刚才态度多有得罪，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后面的应对。岳敬楼还是一知半解。不是，我还是没捋清楚。即使很想把岳敬楼赶出去，但朱景此刻选择了隐忍。只要他后面继续不断投钱，每天挨一拳又何妨？所以他耐心道：“岳总，飞机刚发明出来时，你敢坐吗？难道汽车一被发明，马车就消失了吗？这就是人心，对未知、对新事物的恐惧。就算现在有了一辆石墨烯电池汽车，你敢买吗？手机只是小玩意儿，汽车可是真会死人的。而且，为什么龙威的石墨烯电池只应用在手机上？这种好东西直接给汽车用，不是赚得更多吗？尤其新能源产业还有国家补贴，龙威就这么不喜欢赚钱吗？所以很有可能他们根本无法将石墨烯电池应用到汽车上。我们未来电池还是领域内最强的存在，现在大家还怕吗？”会议室里顿时掌声雷动，朱景的话让大家豁然开朗，驱散了一夜的阴霾。那接下来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的计划，还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相信我，我比你们任何一个都渴望未来电池上市。岳敬楼不闹了，乖乖地坐在座位上，其他人也是齐看向朱景。刚刚那番话只是帮他们恢复信心，他们这帮人可不会被轻松煽动一下就改变想法。具体如何抉择，还要看朱景拿出的策略能否让他们满意。首先，未来电池的储能可以再提升10%，我们的产品对比市面上的汽车电池同样具有巨大优势。本来这个消息是要让人惊叹的，可是经过昨天石墨烯电池的冲击，提升10%好像也就那样了，还是有些不够看。这时，一个懂点电池、由开发岗位升到管理层的人举手道：“朱总，原先的数据是平衡的，现在储能提升10%，安全性要如何保证呢？”朱景瞳孔一缩，肯定道：“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我们龙威都能强调安全。我们本来就是做汽车电池的，不会出这种纰漏，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这下大家放心了。朱景做电池做了10多年了，没道理忽略这种事。朱总，那然后呢？光提升10%不太能打动人啊。第二就是营销。朱总，你别忘了龙威这些年可是混手机圈的，跟他们比营销，我们比得过吗？朱景笑了。刘总，你觉得弄脏衣服难还是洗衣服难？他们再会营销，挡得住一盆又一盆的脏水吗？大家明白朱景的意思，有人不忍道：“做这种事会不会不符合江湖道义？”朱景冷笑：“刚刚我让大家考虑一下未来电池的众多员工时，你们怎么不谈江湖道义？这场战斗本来就是你死我活，这种时候
我们难道还要顾虑那些吗？所有人都闭嘴了。打不过的时候犯下规矩，这在任何竞争中都是正常的。我们勾起人们心中的恐惧，并且将种子埋进所有人心底。就像如今已是21世纪，很多人一听到食品添加剂就觉得不健康，听到转基因食品就害怕。如果星辰一代会爆炸，那人们是不是见到石墨烯电池就会想到爆炸？那时人们敢买石墨烯电池的汽车吗？可是朱总，石墨烯电池怎么会爆炸？它基本元素是碳，本来就具有稳定性，这也是石墨烯电池的优势所在。朱景怒了，石墨烯电池那么好，那你去龙威啊，还留在这里干什么？那人低下头不再说话。最近真是飘了，怎么能频频打断领导讲话，实在太不礼貌了。即使石墨烯电池不爆炸，我们也要让它炸。就算真炸不了，我们也要让人们认为它会炸。营销，不造谣诽谤，叫什么营销？骂完之后，朱景清了清嗓子，接着道：最后我们要去抢大车企的订单，这一点还希望大家能多多出力。我们只有让广大车企和我们站在一起，才能共同抵挡石墨烯电池这个魔物。造汽车的都是懂行的人，人家可不会像普通人一样被随便忽悠，他们只认实际的效果与表现。若是未来电池比不过石墨烯电池，就算我们跟他们再熟，人家也不会和我们合作。一个股东冷静分析道。朱景沉声道：先前我就说了，龙威现在必定无法将石墨烯电池应用到汽车上。小型电池与大的电池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从星辰一代限量供应来看，龙威突破石墨烯电池技术也没多久。你觉得他们短时间就可以应用到汽车上吗？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一边是可能更好的石墨烯电池，一边是已经量产并且提升巨大的未来电池，再加上人们对新事物的恐惧，你觉得车企会选谁？岳静楼插话道：万一，我是说万一，龙威其实已经能应用到汽车上了，不过没有公布而已。就像这个星辰一代，在发布会前，有谁知道岳小飞竟搞出这么一个大炸弹吗？话音一落，所有人的心跳都慢了半拍。这岳小飞不会这么玩人吧？朱景也被吓到了，但他很快清醒过来，大声反驳道：绝无可能！你们岳家老爷子想造车是众所皆知的事，可是龙威一直没有足够能力造车。若是岳小飞有这种技术，他就应该拿出来找合作伙伴，怎么会藏？星辰一代藏，是因为他作为霸主想横扫手机圈，但是在汽车领域，龙威作为小白，凭什么隐藏？诸位，我们现在一定要把更多的车企拉到这边，只要船上的人够多，那这艘船就沉不了。大家去翻翻历史，过去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获胜的都是谁？哥白尼、伽利略这样的人，他们的下场又是什么？朱景几乎咆哮：这是我们的黄金时间，大家都是想赚钱的，只要撑住了未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当我们优势足够大的时候，什么石墨烯电池，最终不还是我们的吗？主宰这个世界的从来不是科技，而是资本。大家的神色开始变化，朱景心中也终于松了口气，看着众人脸上的神情，他知道自己说服这帮只认钱的混蛋了。朱总，未来就看你的了，下一笔资金会如约打到未来账上。第一个股东表态：其实我也觉得那个什么石墨烯电池不靠谱，汽车还是得用传统电池组。随着各大股东陆续表态，朱景今天的会议算是圆满落幕，成功解决了未来电池的解体危机。在所有人都离开后，朱景无力地瘫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愣愣出神。良久之后，他掏出手机拨通了电话。你今天干嘛去了？怎么一直不接电话？整个研发部都炸了，你知道吗？我们要怎么办？面对电话那头的质问，朱景没有任何解释，只是缓缓道：老师，你安排一下，全面推出未来2号。电话那头愣了一会儿，然后大声骂道：你疯了！2号有什么问题你不知道吗？这是会死人的。老师，没时间了，那点问题并不严重，我们现在不拼后面就没机会了，相信我。你这个疯子！老师愤愤挂了电话，朱景愤怒地将手机砸烂，然后直奔研发部。无论怎样，他的3条计划必须执行，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只要上市了，他就成功了。那些该死的股东就让他们去死吧！那帮只认钱的废物，凭什么可以躺着数钱？既然你们不仁，那就别怪他不义了。震惊！龙威星辰一代发生爆炸，受害人整张脸受伤，画面惨不忍睹。华国最大的数码论坛上，这样一篇帖子很快便被顶到了前列。当然，这篇帖子在这种有一定专业性的论坛里是黑不了星辰一代的。下面点赞最多的回复就是：不是，我预购的星辰一代要1周后才发货。楼主从哪儿拿到的星辰一代？你是龙威内部人，还是那些测评媒体？可是据我所知，12台供给媒体的星辰一代都在做着极限续航测试。后面的回复也大多是对发帖人的攻击，言辞激烈的，甚至问候起了楼主。以前的营销号摸黑人还会长张图，现在的造谣真是没有成本，随便发帖就行了。心疼龙威，不知那家请的水军这样无耻的泼脏水，迟早会遭报应的。大家一起说，楼主傻逼！网友们乐呵骂了快半个小时，论坛管理者终于删除了这篇帖子。本来如此明显的摸黑造谣贴应该早点删除的，可是论坛舍不得这波流量，想着反正大家都懂，也就让帖子多存在了一会儿。
然后一声万物，外面出现了无数类似的摸黑内容，一些营销号甚至搬出论坛来证明自己，搞基论坛权威发布。星辰一代存在巨大安全隐患，目前帖子已被公关。借着星辰一代的谣言传播，一些专门针对石墨烯电池的言论也随之诞生。石墨烯电池是否真的大规模应用？如此短的时间，龙威是如何完成并通过安全测试的？所谓的新材料被这么轻松的用在手机上，是不是对大众安全不负责？正经科普，究竟什么是石墨烯？对人们的生活究竟是好是坏？理性分析如何让石墨烯电池爆炸？星辰一代是否有爆炸隐患？诸如此类的消息迅速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这无疑给为发布会兴奋的人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尽管知道这些消息大部分是造谣，可是要怎么反驳？用事实说话总是需要时间的。现在很多龙威高管都担心星辰一代真正进入到消费者手中后出现问题了。即使不出问题，被人强行出问题怎么办？宣传部虽然有了岳小飞的提前预警与交代，但是这波冲击还是让他们有些手忙脚乱。此刻他们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不断的去公关，发布各种内容与负面舆论相对抗。若是石墨烯电池不安全，那世界上就没有安全的电池了。无论从化学还是物理性质上来说，碳相比于锂、硫、铅这些元素来说都要稳定的多。走进龙威工厂，一起看石墨烯电池的诞生。每一块电池都保证安全。除了手机圈的舆论攻防外，汽车圈同样被未来电池给带起了节奏。关于石墨烯电池的讨论频频登上热门。听说石墨烯电池有安全隐患，用在汽车上岂不是不安全？别想那么远，龙威不也是才搞出石墨烯电池吗？哪有那么快用在汽车上？就算用了，我也不敢买，万一爆炸了怎么办？大哥，你是小学没毕业吗？能不能好好了解一下石墨烯电池再发言？都别争了，油车才是主流，开电车的滚出去！呵呵，什么年代了还买油车？嫌工资高是吧？花旗石油，对，就是要开油车。你们不开油车，我怎么好涨价？看着吧，我相信石墨烯电池汽车肯定很快就会面世，要不了多久就将你们这些油车党推进坟墓。我也觉得，从科技正常发展角度来说，手机上都能应用，没道理汽车上应用不了。我是电车党，但即使出了石墨烯电池汽车，我也不敢买，还是先买传统电池的过渡着，可不想去当试验品。赞同，这种事不怕1万就怕万一，可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网络上的这些纷乱争议，岳小飞此时也无暇理会。安排完龙威内部的事，他又与众多手机厂商合作伙伴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协议。而岳小飞没有一点休息时间，今天公司里又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客人，全球第一的科技公司花旗水果科技的华国区执行总裁希克。希克原本是华国人，后面入了花旗集，还改了名字。原先是在普林顿大学做教授，后面加入水果公司，又回到华国担任地区总裁。岳小飞与希克算是老相识了。当年他在普林顿留学时，他导师的项目组与希克多有合作，岳小飞也就认识了这个叛离华国的杰出精英。希克教授，好久不见。岳小飞还算热情的伸手，希克礼貌地握了握手。几年不见，你还真是让人惊叹。难怪丽娜教授一直说你是她最出色的学生。你当初没继续读博，都快成老太太毕生的遗憾了。岳小飞笑笑，读书也是为了生活，一直在学校里也太无趣了。不然希克教授怎么也离开普林顿了呢？希克哈哈一笑，还是你明白的早，我真是浪费了太多时间。教授，我们也不叙旧了，你回华国也有几年了，还是第一次来我们龙威吧，我带你参观参观。荣幸之至。搞完了那些有的没的程序，岳小飞与几个心腹还有希克的团队终于坐在了谈判桌上。其实参观时，希克就提出要看看龙威的研发中心，岳小飞自然是拒绝了。说实话，他也没想到希克会如此直白，但思考一番后倒也合理。水果科技这种托拉斯傲慢惯了，总是带着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别的企业，自然不会把龙威放在眼里。即使龙威集团已是国内排名前列的大公司，在他们看来，我亲自来你公司跟你谈事儿是给你面子，去看看你的研发中心更是天大的馈赠，说不定还能给你提供点建议什么的。这不是无礼，是恩赐。即使做了再多心理准备，在看到希克拿出的合作方案后，岳小飞还是跟吃了屎一样。以前跟水果打交道，怎么没觉得这么恶心呢？不过岳小飞其实以前没怎么跟水果打过交道，顶多就是共用代工厂时见过几个高管。因为水果那边自从一系俯瞰着众多竞争者，根本不在乎挑战。这样看来，水果如今能来跟龙威谈合作，还是希克亲自前来，确实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按理来说，怎么也要给点专利费吧？可共享是什么意思？他们明明可以直接抢的，还费力弄个协议出来，真是太感人了。希克一脸不解，我昨天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跟总公司申请到战略合作伙伴的名额。你知道吗？龙威是第一家非花旗的企业。岳小飞无语，所以他应该感到荣幸，然后乖乖将自己的技术献上去吗？抱歉，我觉得教授你应该再去跟总公司那边谈谈。我希望我们双方能平等的对话。龙威并非你们水果的子公司。希克脸色也沉了下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难道你以为凭一个石墨烯电池技术就能要挟我们吗？我劝你想清楚，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我可不会再来这儿了。如果你们水果一直是这样的态度，我也不希望教授你来。岳小飞心中不爽，言语上也是不再客气。希克站起来厉声道：岳小飞，你知道水果在花旗的影响力，若是你一意孤行，
将会给龙威带来巨大灾难。岳小飞心中一颤，你什么意思？希克脸上恢复了冷静，缓缓道：“如今是全球化的世界，没有谁是能单独存活的。你们龙威固然在芯片研究领域进步神速，可你能实际生产吗？当下的手机是人类众多尖端科技的结晶，我希望你们龙威不要固步自封，大家技术共享，这样对谁都有利。”岳小飞真想将希克轰出去，可是他不能，无力地坐下。岳小飞换了个语气：“石墨烯电池技术，龙威不可能拿出来共享，而且这个技术也不是龙威的，它实际上是由星辰科技研发的，我不可能代替星辰科技做决定。”希克不以为然：“星辰科技，你何必骗我呢？那种小作坊公司怎么能做出这种成果？岳总，我今天带来的协议已经足够具有诚意，签了它，我相信你们龙威手机在海外的销量至少提升50%。你知道这是多大的利润？大家一起发展不好吗？”桌下岳小飞的拳头攥得发白，本以为有了石墨烯电池可以跟水果平等对话，可现在仍要遭受他们的无情羞辱，现实的残酷远超他的预料。看着岳小飞的神色变化，希克笑了笑，将协议重新打开，放在岳小飞面前：“这是龙威最好的选择，你们仍然维持国内的老大地位，同时海外市场也能大大拓展。至于引领人类未来这种事，就由我们水果来做吧，毕竟这件事我们比较熟悉。”